就是你说要把我调训成一条乖母狗。不错，真是无儿虾仁。就是你说要搞大我的肚子，让我生10个8个儿女。虾仁顿时打了个哆嗦，穿越到五胡十六国这个最荒诞最黑暗的时代，为了活命入赘给旧时王谢堂前燕的谢家6女，而眼前这个女人又是出了名的癫子，从年初开始娶男人，半年娶了4个，全都给埋了。点子王老爹为了能让虾仁能够保命，用激将法刺激了谢秋桐，没想到他真亲自来了。儿啊，我们靠着开赌房发家，仇人遍天下。你嫁给谢秋桐，他会保护好你的，就是要遭点老罪。你就是谢秋桐，站出来瞧瞧！如果健康第一美女名不副实，老子还不屑于调训呢。一个穿着白蓝衣的清冷女子走出，她身姿高挑纤细，皮肤白皙如雪，绝美的五官像是画中的仙子，不可方物。洛神赋中所有的赞美，都像是为她而写的。聘礼留下，把虾仁给我绑起来，带走。想要在这个地方活下去，想要谢秋桐不杀自己，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价值。不对啊，记忆和所学的历史知识对不上。司马懿怎么成了晋朝开国皇帝了？八王之乱怎么早了10年？永嘉南渡又早了7年？历史怎么全部乱掉了？好家伙，直接给老子熬架空了！这特么什么地狱开局？正想到这里，门缓缓推开了，烛光温和，照亮了谢秋桐的脸。她的皮肤真的很白，五官真是无可挑剔。虾仁一时间有些愣神，这个女人太美了，美得有些不真实。健康第一美女，实至名归啊！慢着，我有话说。住手，谢秋桐，你需要我不是吗？为什么？你是谢家第6女，但你只是庶出，你的母亲是小谢，而且病死10年了。身份低微的你，本该被赶出府门，另立门户，但你竟然留下了，还有独立的院子。你臭名昭著，对谢家的风评极为不利，竟然还是得到了包容。你一定有外人不知道的价值，足够让谢家大老爷容忍你的价值。继续说。你不是癫子，你是聪明人，否则留不下来。而一个聪明人，为什么一直要娶男人？为什么一直污名化自己？这其中一定有原因。你在抗拒某些东西，大概率就是与婚姻有关。毕竟你太漂亮了。你们可以出去了。他哪想到这一点，可以留着那玩意儿了。多谢。你遇到麻烦了，想躲在我这里，但我也不是那么好利用的。刚才的话能保你命，但不足以让你留下避祸。与婚姻有关，却又不断埋伏，看来你前几个丈夫的来路很复杂，迫使你不得不动手。你需要一个稳定的挡箭牌，而不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丈夫。我可以是那个人，你让我避祸，我做好一个挡箭牌，该做的事我们双赢。3天前你被追杀，几乎殒命，你爹找到我，希望我庇护你。他是聪明人，看明白了我很多事，但你却未必看得明白，来了也无法胜任。所以我给他的条件是，必须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送来。你若经受住考验，则说明你或许会是个合格的挡箭牌，我会留下你。如果我没有经受住考验呢？死。那我们同房啊！哼。苍天无眼啊，这以后怎么活啊？哎呀，小帅哥，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？一张美绝人寰的面庞映入眼帘，五官精致没有瑕疵，涂着嫣红的唇彩，画着靛青的眼影，妩媚妖娆，楚楚动人。你谁啊你？我啊，我是喜儿啊，魔教的杀手哟。杀手？快把藏宝图给我啦！只要你听话，我就饶你性命，还可以让你亲一口呢。藏宝图？儿子，最近杀手太多了，我已经放出消息说我们家有藏宝图，这样杀手即使能得手，也不会立刻取我们性命，我们也就有了挣扎的余地。藏宝图就在我爹身上，他一直随身携带。意思是，杀了你也没什么损失。他目标好明确，完全骗不到。喜儿姑娘，实不相瞒，我仰慕贵教很久了，我请求加入贵教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你这人倒真是有趣。
藏宝图我的确有，但给了你，我岂不是任人宰割了？为什么要奖励我？不给也是任人宰割，不是吗？那杀了我，来，让我和宝藏一起埋进地里，谁都别想好过。公子何必那么凶嘛？什么事儿都是可以商量的呀。商量？好啊，我现在的处境你也看到了，遍地都是仇家，到处都是刺客。你想要藏宝图，可以先保护我的安全。我是来杀你的，你要我保护你？你保我性命，我给你宝藏，这是公平的交易，谁也别觉得委屈。是这么个道理，所以期限呢？我要嫁人了，那女的是个变态杀人狂，我要你贴身保护我，让她不敢对我动手。你不会就是谢秋桐那个颠簸刚选的赘婿吧？你哪里想不开啊？半年，只要你保护我半年，我就给你藏宝图。半年？你休想！你们找宝藏多久了？16年。那为什么最后半年的耐心都没了？你最好别骗我，否则你会生不如死。刚才你说我给你藏宝图，你就什么来着？饶你性命。下一句还让你吸一口。算你提前兑现诺言了。这是老娘的初吻，也是我的初吻，咱们都不算亏。放你亲娘的烂臭屁！老娘把你调查的清清楚楚，你14岁就开始逛青楼了。嘿嘿，继儿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目前的处境并不好，我们需要合作一下。不合作，我只想要藏宝图，师傅找他10多年了。但你需要保护我半年，这半年之间，你总不能什么事都不做，对不对？魔教也需要发展，也需要资源。你助我在谢家站稳脚跟，我利用谢家的资源帮助你们魔教发展，这是双赢啊！我们是需要做一些事，和你合作倒也可行，但你现在自保都做不到，怎么获取谢家的资源？况且我也没什么可以帮你的，我也就是功夫不错。哪方面功夫不错？你可以教我啊，教我那种可以采阴补阳的双修功夫。等我把谢秋桐狠狠踩了，踩得他欲死欲活，欲罢不能，岂不是就真正站稳脚跟了？谢家的资源也能触及了啊！之前你说仰慕我教，我还不信，现在我有点信了。不过谢秋桐可没那么好碰，不了解他的人都以为他是癫子，但真正了解他的人，我知道他是太过聪明。不，真正了解他的人会发现他比癫子还癫无数倍，他简直就是个女魔头。你以为他聪明？你以为他说话冷静，做事有目的性？那是他在伪装正常人。哎，这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，我怎么就不太信呢？等将来你为我们魔教做了事，我再教你采阴补阳之术。自魔女真是一点亏都舍不得吃，休息吧，累了。你睡地上，我睡床，就这么定了。这是我的床。别跟我讲道理，想上床是吧？打赢我就行。你以为我怕你？大热天的睡地板凉快多了。迷迷糊糊一夜，也分不清到底睡没睡着。反正当下人睁开眼的时候，身上的衣服是一件也没剩下。你干了什么？女色魔，趁人之危。找藏宝图而已，没找到。但你看到了另外的珍宝。呸！狗篮子而已，算个屁的珍宝！别给自己贴金了，赶紧吃饭，饿了。藏宝图不在我身上，我把它埋在了不为人知的地方。你以后再脱我衣服，我只能认为你看上我了。除非我瞎了。姑爷，小姐说了，请姑爷吃过饭后就去池塘边见她。旧时王谢堂前宴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不愧是大家族啊！这个餐食配置，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极为奢侈了。吃吧，把里面的附子也吃下去，几个时辰就直接丢命。你确定？这天下就没有几个人比我更懂毒。为什么要使这种阴招？昨晚不是都考验过了吗？走，去池塘见谢秋桐。但他进入池塘的院子，就直接愣住了。这不是刚刚的那个侍女吗？瞧，我说过吧，她比癫子还癫。这个世界没有正常人。叛徒就该死，你也去砍几刀吧。
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人都死了。那等下次再有叛徒，我让你来。继儿说的没错，真的没错，谢秋桐就是个伪装成正常人的女魔头，比癫子还要癫。不对，继儿呢？你找我来见你是有什么事吗？经历过早餐下毒的事，想必你也清楚了。我几乎时刻都被监视，而你出现的那一刻，就意味着有人想让你死了。类似的刺杀会持续发生，你最好警惕一点。我没有更多时间照顾你的安全。我怎么感觉你这里比外面更危险？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，要活下去，就自己想法子。你现在很弱，可以利用藏宝图的消息多捆住那个魔女一段时间。她本事很大，保护你是很轻松的。怎么藏宝图的事她也知道，继儿她也知道。不过别被她魅惑了，美貌是她的伪装，狠毒才是她的本色。她杀的人已经数不清了，你要时刻保持清醒，别把她当成朋友。所以她有弱点吗？最大的弱点是亲情，因为她父母死得很早，唯一的弟弟更是凄惨。如果你能让他把你当亲人，那恭喜你，你安全了。晚上有晚宴，你需要参加。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之前4个丈夫有没有被邀请参加晚宴？看来谢袍什么都知道，邀请我过去是清楚我不是卧底，而是你真正选的丈夫。第一句对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但他有他的做事风格。最后一句不对，你我只是交易，不是什么真正的丈夫。所以他为什么要见我？我和你父亲找我交易的方式过于特殊，并且我留下了你，他想看看我留下的人到底是什么货色，所以你这次的表现也会侧面体现我的眼光。如果我表现不好呢？那说明我眼光一般，在某种意义上我受到的重视会降低，而你大概会被赶出去。怎么动不动就要被赶出去？我的意思是，在这里生存好难啊，比外边还难。知道你爹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吗？这里很难，但这里也有常人完全触及不到的机会，一飞冲天的机会。哼，能接住我的话，能大致摸到你自己的处境和位置，不错，很让我满意。你在夸我聪明？如果你能撑住晚上这一关，那么我会承认你是一个合格的挡箭牌，并适当给你资源，让你进步。有什么可以提前指点我的吗？孙如，我父亲的正妻，也可以说是你的岳母。今年41岁，风韵犹存，但已经独守空房至少8年了。如果你能得到她的青睐，那么之后的路会轻松很多，甚至有机会能帮到我。好吧，孙如，你父啊？不对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今日是家宴，不会有外人，这对于你来说是好事。家中等级森严，礼仪很重，你要学会适应。遇到不公的待遇要忍受，要学会藏风。如果有人刻意针对你，想方设法让你难堪，则说明是追求我那人派来对付你的，你要想办法自保。追求你的人到底是谁？如果我一直不知道他身份，就很难把握尺度。司马少，他不是有正妻了吗？于文君，那是正妃，还有侧妃没定呢。他盯上我很久了，但只敢私下里追求，不敢搬到明面上，因为当今陛下更希望他娶王家的女儿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有了反抗的空间，但目前已经不敢真正与之闹翻，只能忍受。谢袍是什么看法？他只能保持沉默，拒绝司马昭就等于拒绝未来的陛下，答应司马昭就意味着得罪当今陛下和王家，但他内心是倾向于拒绝的，他不想做外戚。这就好办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你今晚的任务是拿下你岳母。我今晚的任务是当上你父亲。疼疼疼！女儿携夫拜见父亲。小婿虾仁拜见岳父大人。府里住的习惯吗？挺习惯的，吃的也好。啊，老子说错了吗？你早上遭遇的事我听说了，也怪我治家不严。挺严的。看来你是觉得自己跪久了，起来吧，落座。无语了，我服了这些人的脑补了，任何一句话都往深层次去想，真的不无聊吗？你故意的。什么故意的？在我爹面前别那么桀骜，这一套他不吃，你行动方向错了。娘子也吃一块，味道真不错呢。哼，
厅堂之中，长辈面前一点也不注重礼仪形象，你们夏家的家教就是这样的吗？族内唐伯谢瑜，儒学大师，父亲都很是敬重，你别乱来。我父亲读书少，不会教什么大道理。我不认为我不注重礼仪形象。作为丈夫，无论身份高贵与低微，都应该关爱自己的妻子，这难道不对吗？这小子不会在含沙射影我吧？这小熊猫真聪明，反驳虽不合理，但却合乎人情。敢这么大声反驳长辈，真是勇敢了。更关键的是，身体高大强壮。这好女婿真是聪明、勇敢、有力气啊！混账，你只是区区赘婿，你把你自己当什么了？无论我身处什么位置看，都不会忘了关爱妻子。够了，再让那小王八蛋胡说，旁边那个独守空房8年的女人又要闹了。家人毕竟不是世家出身，不懂礼仪可以慢慢学。今天是第一次家宴，还是不要对她太苛刻。多谢岳父大人理解，小婿有些唐突了，但小婿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话。你到底喜欢我家秋桐什么？喜欢她的美貌，她的聪慧，还有她善良的心。那你觉得我家秋桐喜欢你什么？岳母大人问得好，我认为秋桐欣赏我的才华、我的担当，以及我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才华、担当？你哪里有才华和担当？你一个赌场头目的儿子，14岁就开始逛青楼的痞子。拿你出身做文章，做得太过了，还应该被司马少收买了，不必留情面。担当？什么是担当？以岳父大人为例，在复杂的官场拼搏，在尔虞我诈之中如履薄冰，夙夜难眠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谢家能更好、更兴旺。苦自己咽了，福家族享了，这就是担当。而某些人以长辈自居，自诩大儒，却对家族新人恶意打压，丝毫不顾及晚辈颜面与尊严，完全不在意家族团结之氛围。对不起维护家族兴旺之家主，对不起孜孜上进之晚辈，这就叫没有担当。你这是在隐喻老夫没有担当？哪里是什么隐喻？我显然是在明说啊，不够直白吗？无知小儿，你……好了，堂兄何苦跟一个晚辈计较？好爽啊，听的。刚刚表现不错，你以独特的方式赢了关注，父亲应该很满意你最后一句话，但注意不要过激，否则会显得油滑，反而不讨喜。都听娘子的。谢秋桐皱了皱眉，有些不喜欢这个称呼，但想到这是家宴，也就由他了。别得意，你博得注意的方式太过高调，虽然见效快，但之后所面对的困难也会更糟。我明白，我就是要站着把钱挣了。我母亲喜福，你可真孝顺。下人都无力吐槽了，他发现谢秋桐除了利益之外，真是什么都不在意，冷静的实在过分了。如果你能在宴会之后的消遣环节赢得喝彩，进一步拔高你在我父母心中的地位，我就与你同房。你认真的？甚至我可以撅起来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家主，今日家族相聚，我邀请了一些学生过来参与清谈，也多几分趣味。既然如此，也都进来落座吧。于是7、8个学生代表很快走了进来，施礼之后落于末座。针对你来的，毕竟你自称有才华。你不信？据我所知，你的学识水平也就刚刚识字。打个赌怎么样？跟我怎么赌？我如果能一鸣惊人，表现出非凡的才华，你就亲我一口。我赌了，你若是做不到，我会让我手底下我武士亲你一夜，让你长长记性。就这么定了。家主，既然今日是家族聚会，清谈的话题就不谈国事与政务了，保守出题，谈一谈修身齐家吧。一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这个主题很好啊，堂兄有心啊。家主博学，愚兄佩服。下边请我的学生们各自发言吧。万生张继斗胆一说，大学之道，
在明明德，曾子言。谢瑜又是点头又是拱手，把气氛顿时搞得热闹起来。其他学生也纷纷喝彩，把面子给足，让自己人都体面。他们应该会把关于修身齐家的各家见解全部说完，然后再给你说话的机会。到时候就算是你博览群书，也找不到说法了。之前你偏偏太高调，形成了落差。如果答不上来，之前的高调就会成为笑料。司马少到底给了他什么好处？他非得帮着外人对付自家人？首先，你不算自家人；其次，我和司马少成了好事，他自然就是皇亲国戚。对于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尊贵和荣耀。最后，趋炎附势、谄媚于强者，本就不需要理由和好处，这是人性的低贱。虾仁真佩服谢秋桐对这些事的深刻领悟，尤其是最后一句，实在精辟。果然，各大儒生相继发言，纷纷出口，说得天花乱坠，真是把个加个言都说了个遍。家主，我这几个学生如何？很有学识，都是人才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他们可都是日夜苦读，方有今日之博学啊！不像某些无知晚辈，分明从小打架斗殴，欺压良善，轻讹寻欢，不务正事，却还口口声声说什么自己有才华。秋桐侄女啊，你眼光不太好啊！我本以为你是看得太高，原来是看得太低呢。他的话不是说给我听的，是说给父亲听的。父亲不想做外戚，是因为外戚的身份在某些层面上会限制世家发展。司马少这是在通过谢瑜表达对我们谢家的不满，这意味着你过不了这一关，父亲就没有理由留你。我说了，你的行事风格就是一把双刃剑，现在张狂的代价已经来了。张狂吗？其实并没有，接下来你才会看到什么叫张狂。你别胡来！岳父大人，我想说两句。你确定？你想清楚？当然确定。我本来不想说什么的，但唐伯非得把我娘子数落一顿，呵，那我忍不了。好，老夫倒要看看你这黄口小儿能说出什么至理名言来。谢瑜，你不过是一条半只脚踏进棺材的老狗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质问我家娘子？你读了一辈子书，为天下做过什么吗？为百姓做过什么吗？自诩鸿儒，却一生未立寸功，只会在这里摇唇鼓舌，抨击家族晚辈，当真是无耻至极。你住口！我是老年人。话都说不清楚的好手匹夫，家都分不清的苍然老贼，吃里扒外的家族蛀虫，也敢在这里大言不惭，妄谈修身齐家这4个字，你配谈吗？配吗？回答我！住口！忤逆贼子，你吃了豹子胆吗？敢辱骂长辈！来人，快来人，把虾仁给我绑起来！虾仁，你太大胆了，把他给我押到藏书楼去，好好读书，反思半年。岳父大人，小婿犯了错，无论什么惩罚，自该毫无怨言。但请让小婿把话说完。关于修身齐家，他不是要让我说几句吗？我说给他听。你还要放肆吗？让他说。老夫一生从未受过如此大辱，不让他说完，我心中过不了这个坎。你们说了那么多，全是废话。修身齐家之始要在于格物致知，是要找到事物之中蕴含的理。理是万事万物的起源，道家人把它称之为道，人聚居起来，这就成了理。我们要用理来约束，使人向善。格物致知就是找到万事万物的理，达到返璞归真之境，变成了世人，做到了人，人就成了圣。打个比方，岳父大人，弓弩为何能当作杀人武器？因为以木为弓，以金为弦，把弓与弦的弹力转化为了推力，箭就弹射了出去，具备了洞穿物体的力量，对吗？可以这么说。好，参透了这个理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弓做大，将其固定，拉一根巨箭，威力就能成倍增加，床弩就因此而来？但我们还可以继续发展这个理，非但把弓做大，而且可以多做几副弓，固定在一个地方，合数弓之力，则能以矛为剑，其力可破城门也。那谁能拉开那么大的弓呢？问得好，如果人拉不开，配之以绞盘呢？用牛马拉动呢？只要掌握了理，就能掌握规律，就能无所不能。因此内圣则外王。尔等可听明白了？听不明白不要紧，好好学，好好悟。跟我谈儒学，老子直接把程朱理学拿出来，把你们压到死。岳父大人，我说完了，来请罪了。刚才夫人不是已经下令了吗？你们难道没听到？将下人给我关到藏书楼去，
闭门思过。下人知道自己已经稳了，理学不理学的，谢袍可能不在意，但那一套三公闯弩的知识，他不可能不感兴趣。别忘了我们的赌，还有亲一口。哼，条件还挺不错。姑爷，咱们就在楼下，有什么吩咐直接喊就成。不就是骂了几句长辈吗？能和改进闯弩相比吗？所以藏书楼闭门思过，纯扯淡，无非是避避风头罢了。虽然目前的情况看起来糟，但还是有操作空间的。再难总比当平民好啊！况且身边还有谢秋桐这样的美女，还有孙如这样的好妇人，等等。我怎么会脑补岳母？真是被谢秋桐那个癫子带坏了。夫人，来人，把我那套最凉快的裙子拿来。乖女婿，岳母来了。哦，这就是老 A8 的魅力吗？不，这哪里是什么老 A8，这是老幻影啊！岳母，小婿在这。别怕，孩子，你别担心，不就是出言不逊吗？不就是辱骂长辈吗？传不出去的，你岳父正在处理，今晚的事外人不会知道。参见岳母大人，小婿本不想把事情闹这么难堪的，那些对我的谩骂，我一点也不在乎的。可恨他非要说秋桐。岳母大人，一个男人为了所谓的礼仪，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受委屈，那还算男人吗？这些年为了家族，我受的委屈还少吗？他谢袍要笼络士族，娶人家的女儿当小妾，美其名曰为了家族发展，却没想过我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外边的人以为我多风光呢，还不是一个人孤苦寂寞。好孩子，难为你有这样的担当。虽然你出身寒门，但却心地善良，懂得关心身边的人。就这份品格，谁敢拿道德来攻击你？我孙如第一个不答应。多谢岳母大人关心，这件事小婿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给大家都添麻烦了。都是自家人，什么添不添麻烦的？你在这里好好住着，过段时间风声去了，你就搬出来。我已经让秋桐去给你收拾衣物了，每日准时准点，后厨会给你送吃的来。若是还有什么欠缺的地方，你就大胆点下边的守卫说，岳母会给他们打招呼的。岳母大人，你真好，这么会关心人，事事都想得很周到，人还这么漂亮，怪不得谢府上上下下都尊敬您。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我都40了，漂亮的什么呢？40，此话当真？岳母大人看起来就26、7岁的模样啊！瞎说，我眼角都有皱纹了。哪里是皱纹，是优雅与智慧的积累，是魅力的象征。好孩子，你现在也是谢家的人了，我作为岳母可不能什么都不表示。这块玉佩你且拿着，洁白无瑕，温润剔透，一看就是高级货。岳母大人，这样不好吧？好了，给你的礼物嘛，不要推辞岳母的好意。还有香味呢。你闻什么？快收下吧。很好闻，让人觉得安心。不可胡言。真的让人安心，像母亲的味道。我隐约还记得小时候母亲的样子。对呀，我真是糊涂了。这孩子娘亲去得早，从小孤苦无依的，他分明是在想念亲人了，我还曲解他。他一个17岁的孩子，哪里会有那么多坏心思？一个岳母扮的娘，你也别太为过去的事伤感了。多谢岳母大人关怀。你呀你，还是该讲点礼数的。总是这般下去，早晚闹出乱子来。在岳母大人面前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岳母会包容我的。调皮什么？回想这么多年，似乎真的很久没有人抱过自己了。那种有力的、强壮的怀抱，怪让人难为情的。好了，岳母要走了，你在这里好好住着。岳母大人，这个藏书楼里面有佛经吗？放在哪一层的？你也喜佛？当然有的，在第3层。喜佛？我不太理解什么叫喜佛，我只是觉得读佛经能让一个人的心变得安静，也能提高一个人的道德，使人抛弃杂念。正是如此。为此，我还专门总结过，想要保持自身心性的纯洁，就要像菩提树一般。这是什么说法？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须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只要我们时常自省，不让自己的心染上尘埃，就能保持纯洁明亮，不被世俗杂念所困。精辟，好女婿，精辟啊！如果不是对佛经有着非凡的领悟，哪里写得出这般好句来？岳母大人也研究佛学吗？
哪里算得上研究？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。那岳母大人要经常过来看小婿啊，我们一起礼佛。岳母大人，你闭上眼睛，我有个礼物要送你。母亲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，等会儿护卫会送过来。母亲在这里待了多久了？滋味如何？什么滋味？我来嘱咐一下虾仁罢了。母亲，他很强壮，你觉得呢？胡闹，秋桐，你真是要改改你的性子了。平日里闹出那么多乱子也就罢了，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。瞧见了吗？癫子也有癫子的好处，至少我说出这些话，他只是认为我发癫了而已。要是换其他人这么说，他恐怕会恼羞成怒。但我赞同他的看法，你收敛点，那可是你的主母。我并不在意他，如果他能给我带来好处，那就随你吧。而且你乐在其中，不是吗？我看人很准，你的情绪逃不过我的眼睛。还不是你说接近他对我们有好处？的确有，他在谢家地位很高，他的娘家也是强大的氏族。如果你能让他站到我们这边，那之后的事就好办了。之后的事什么意思？愿赌服输，我亲了。我都没尝这味儿呢。再给你个机会，明天我会让谢瑜来看你。如果你能获得他的原谅，并让他支持你，我可以让你亲一口。开什么玩笑？那老头现在巴不得我死，除非得加钱，对吗？是。如果你能争取到他，我让你亲半刻钟。成交。谢秋桐这个人真有意思，漂亮、冷静，做事情也豁得出去。老规矩，你睡地上，我睡床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知道我今晚打了谢宇那王八蛋的脸吗？哼，你以为你很了不得？要不是老娘，你已经死透了。今天晚宴座位次序是固定的，你的餐具里面都被下了毒，知道吗？老娘提前到的饭厅，给你检查好换掉了。你以为这藏书楼下的侍卫都是干净的吗？有没有可能其中的刺客我提前帮你料理了？所以我睡床，你睡地板，很过分吗？不过分，应该的。看来你已经意识到了一些问题，世家大族的竞争，内部外部的权力纠葛，你以为真那么简单？那么大的家族，你以为人人都一条心？谢宇只是个教书的，他这辈子都没机会往上爬了，他能不想当外戚吗？今晚针对你，不是他蠢，反而是他太聪明。这些谢秋桐和谢袍都看得明白，他们聪明着呢，尤其是谢秋桐。我都说了，他比癫子还癫。你以为他为什么亲你啊？他是想你继续这般行事，让所有人去盯着你，他的压力就会小很多。到时候无论他是否挣脱了司马少的桎梏，他都是要把你献出去的。杀了你也算是圆了司马家的面子，明白吗？为了我的藏宝图，我再跟你说几句，司马少最终是要当皇帝的，当了皇帝的人，什么人不敢娶，什么人不能娶？谢秋桐最终要怎么才能挣脱呢？你想过没有？杀皇帝。哼，所以你明白了吧？他从反抗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要杀皇帝了。表面上给你香香的吻，实际上你在他心中只是一具有用的尸体罢了。只有我是对你好的，我保护了你，还给了你初吻。你把藏宝图给我，我带你去见我师父，他会保护你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真正安全。你也不在意我的死活，你只在意藏宝图。这个险恶的世界，没有人是真心对别人好的，只有利用，只有利益。受尽苦难的百姓，为了活下去，可以易子而食；利益熏心的贵族，为了爬更高，可以出卖一切。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。看来你不算蠢，只是有些迟钝。我只是不是，现实要逼我适应的话，我会比所有人都做得好。月光照在他的脸上，他的脸色是苍白的。喜儿皱着眉头，发现虾仁还是那个虾仁，但似乎又像是换了个人。喜儿这番话像是刀剑一般刺进他的心。这个时代没有讲信修睦，没有以和为贵，只有胜负、尊卑和主奴。谢谢你，你让我真正清醒过来了。
别只是嘴上说感谢，拿点实际行动出来，比如藏宝图。藏宝图暂时不能给你，原因就不赘述了。继而你要继续保护我，而且还要传我一套功法。我现在能力太弱，在其他方面又暂时不具备主动性，只能先从练武做起，至少面对杀手有自保之力。你是不是糊涂了？我是你娘啊，无缘无故对你好，你看我像那种蠢货吗？你太看重藏宝图了，你生怕它有任何失去的风险，所以才忍着我。好像真变聪明了呀。看来你是要认真和我谈条件了。如果我记得不错，你们魔教在不闲山。不错，不闲山巅极乐宫。不闲山距离健康数千里之遥，而藏宝图的消息是上个月才传出去的，这意味着你不是从那里来的，你应该早就到了健康或附近城池了，对吗？是，我离开极乐宫已经半年了。那必定是有特别重大的任务。说出来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如果我立了功，那你要教我武功。我都没做到的事，你以为你能做到？关于修身齐家，今晚到最后你能接吗？我接下了。那姐姐就告诉你，我来健康城是为了在剑出寺偷一件宝贝，那是一部天竺传过来的经文，传言记载了极为高深的佛家武学。我师父很感兴趣，如果你能帮我拿到它，我可以教你武功，尽心尽力，绝不耍心机那种，还可以奖励一个香香的吻呢。别否认，我看得出你喜欢这个。虽然你故作醒悟，一副已经彻底改变的样子，但你的眼睛却总是往我的胸口看，你还是那么好色。成交。需要提前支付香吻吗？只要你再帮我一个小忙。无福消受。很简单的小忙，只是去了解一件事。你真以为我是好色之徒？不必再说了，我不敢和你交易。很简单的，谢秋桐为什么跌你知道吗？他曾经失踪过2年，我要你试探他，问出他那2年去了哪里，就这么简单。对不起，我不答应。你自己也需要更了解他，帮我做这件事对你也有好处，况且你还能享受到一个吻，多好。我对你的吻丝毫不感兴趣。亲我的时候手可以乱动。你看人真准，成交，我答应了。香吻奖励全都是有代价的，总而言之还是岳母好。但事实也证明，谢秋桐确实是一个聪明到极致的人，他竟然真的把谢瑜叫来了。下人跪下道歉，我就原谅你。好啊，你跪下给我道歉，我就原谅你。你们夫妻把老夫诓骗过来，就为了再羞辱我一顿。行了，唐伯，这次找你来的确是想给你道歉，只是我向来出手大方，跪下那种不痛不痒的道歉，我不屑为之。你出手大方，你现在吃穿用度都是我们谢家的，你大方个。侄女婿，无论如何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呐。好孩子，唐伯虽然脾气差了点，但却是实实在在把秋桐当侄女儿啊。你可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跟唐伯置气哟。况且你骂也骂了，唐伯气也受了，对不对？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？没想到唐伯还是个艺术家啊。侄女婿啊，你要理解唐伯的不易，都快进棺材的人了，也没点成就，下去都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啊。所以唐伯想要做外戚，从身份上去成就自己。或许司马绍还给了唐伯一些另外的好处，比如金银，比如宅子，对吗？李学说给我啊，你认真的？唐伯认真，我就认真。实话实说吧，昨晚就家族里的人和你的学生，只要他们保密，李学说可以是在场任何一个人的。要给你，也就是我们关起门来商量一下的事。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吧？你想要什么？唐伯想要什么？想要李学说，还是想要那些虚无缥缈的承诺和所谓的外戚身份？哼，
外戚不如高官，有志向的人自然不愿意被这层关系束缚。我说好听点，那是大儒；说难听点，破教书先生罢了。能让自己的身份往上走一走，也能得点金银财宝，所做的事也不算出卖家族，有何不可？但是吧，人是要自己成全自己的，靠别人终究是靠不住。我能在学术上有一番造化，能成为名震天下的鸿儒，能名垂青史，那外戚又算什么？你唐伯在外人看来算是大人物，但比起那些高个子，我也就是个小人，追求点名声，追求点德望，不过分吧？如果唐伯都算小人，那我就更渺小了。理学说这个名声不是我这个小小的肩膀扛得住的。唐伯深耕儒学数十年，桃李满天下，又有家族支持，才撑得住这样的名。说吧，你要什么？你要我回绝司马绍，转头站在你这边保护秋桐，对吧？谢秋桐真的需要我们保护吗？你真不简单。唐伯为了名，我这个晚辈担不起名，也求不到利，我求一条活路行不行？我只是无意闯进这场漩涡的人，我没资格站队，更没资格要求别人站队。我要你跟司马绍说两件事。谢秋桐还是处子之身，没有人碰过他，我也没有，将来也不会碰，让他安心。第二，我不求利益，也不跟他作对，在必要时候，我甚至会帮他一把，帮他得到谢秋桐。这两句话传过去，你就成了他那边的人了，他当然不会对自己人动手，活路也就有了。小人物就是这么艰难，唐伯应该能理解我的不易。不易？你带着一身麻烦躲到谢家来，现在又借我的渠道联系到了司马绍，主动投诚成了未来皇帝的人，有什么不易？下人啊，下人，我家秋桐的眼光真不错，他的确找到了一个聪明人，只可惜你的心太黑了。但是唐伯会答应我的，毕竟这样做，你既能做名震天下、青史留名的鸿儒，还能做外戚，两全其美了。不错，我当然会答应你。最迟后天，我会带来司马绍的亲笔信，安你的心。那姐姐就告诉你，我来健康城是为了在剑出寺偷一件宝贝，那是一部天竺传过来的经文。同时，你需要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召开一场轰轰烈烈的聚会，邀请各大家族及天下鸿儒都来参加。那是你理学说问世的地方，那是你名震天下的时刻。太学宫就在太学宫。不行，太学宫虽好，但许多没有儒生没资格进，只能保证人足够精，但保证不了声势足够大。你应该在剑出寺举办，那才是真正能传播信息的地方。剑出寺是好地方，但想要说服那群老和尚，太难了。给点香火钱，同时让谢袍出面，家族里即将诞生一个真正的鸿儒，他没理由不帮忙，况且在他看来，这是你离开司马绍的证明，不是吗？他会以为是我说服了你改变立场。就这么办，7月15剑出寺集会。借你之口传达谢秋桐还是处子的消息给我，讨我开心，求条活路。你谢瑜哪有那么好心做善事呢？说吧，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下人提出了儒学独到的理学说，具备开创性，此前绝无仅有，而且颇有道理。他要把这个名给我，所以让我来跟太子殿下求个情。无论虾仁和谢秋桐是不是世世夫妻，他毕竟在谢府住着，毕竟是名义上的谢家人了。他要不要给你名，那是你们的事，我就不干预了。至于活路啊，多一个属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，更何况他的位置那么关键，总会有用得着的师傅。太子殿下英明仁爱，老朽感激不尽。他有本事让你来说情，又能果断舍弃美色，转投于我，这说明他是个聪明人。推荐这样的聪明人给我，你是有功的。所以最近应该会有机会了吧？你的理学说需要造势，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去诞生。是，
老朽已经决定在7月15于剑出寺召开集会。剑出寺那边你应该能办好，到时候我会找一些人过来给你撑场面。多谢太子殿下，老朽纵肝脑涂地，也难报答殿下之恩。就我写的这幅字吧，给他送过去，安他的心。如履如临，司马少啥意思？要我谨慎小心，还是他在勉励他自己？继而过几天我要去剑出寺，你想要经文就化妆成侍女，跟我一起去。认真的，没开玩笑。剑出寺可不是谁都能进去的。信我就去准备，不信拉倒，反正我话已经说清楚了。来人了，你过来履约的吗？你是指在家宴时我们立下的同房赌约，等你从藏书楼搬出来再说吧。下午的时候，谢宇找到父亲，说想在剑出寺召开集会，时间定在7月15。看来你已经说服了他，并把他带到了我们的阵营。所以呢？你能想到用礼去收买他，这证明你的确有能力与我合作。你可以放心在谢府待下去了。还有呢？可不可以不亲？虾仁第一次见他这个表情，有些羞涩，有些呆萌，又有些可爱，配着他这一张美到逆天的脸，任何男人都是挡不住的呀。可以不亲，但你要帮我，继而压得我喘不过气了。没问题，那个小魔女很好对付，我帮你。她给了我一个任务，让我打探你失踪那2年去了哪里。她跟你承诺了什么？她承诺教我武功。虽然这个秘密对于我来说很重要，但她教你武功似乎更重要。你现在太弱了，一个普通的杀手都能取你性命，这不利于我们长期发展。她那么强吗？她是极乐宫的圣女，是北域佛母的唯一弟子。武林年轻一辈中，她是最强者之一，也只有她这种人物才能让我甘愿泄露秘密，也要替你争取到。你跟她说，失踪的那2年，我在墨水峡谷之底。墨水那不就是大渡河吗？谢秋桐跑这么远去四川干嘛？对了，7月15剑出寺集会，你和喜儿应该要去吧？到时候我们谢家也要去撑场面，你得跟着我一起，否则不安全。谢秋桐，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？蛔虫是什么？焦勇。那不是，我没那么丑陋。那为什么你总能知道我在想什么？那是假象，很多事我都不知道。比如呢？比如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伙同谢瑜一起出卖我，进而向司马少投诚。投诚司马少若被谢秋桐发现，我必死无疑。真的有点想念喜儿了，这魔女至少比谢秋桐讨人喜欢。你能不能不要突然出现？谁说我是突然出现了？分明是你在这里发呆，没有注意到我。什么发呆？我正在想你呢，你就想我？你喜欢上我了？我在想你为什么总是神出鬼没的。瞧你这反应，喜欢我是什么可耻的事吗？哪个男人不会喜欢我这么漂亮的姑娘？别自恋了，你也就中等偏上的模样。姓虾的，你真的惹到我了。我最讨厌别人不承认我的美貌，你倒好，故意贬低。谢秋桐的秘密我找到了。好哥哥，你真棒。好哥哥，告诉我，他那2年去哪儿了？你松开我先，我有点经不起这种考验。真的吗？哥哥，人家的腰细不细？细。软不软呢？软。快告诉我嘛，他那2年去了哪里啊？他去了墨水峡谷之底。我猜过很多地方，没想到是在那里。不怕我骗你？你编都编不到那个地方去。知道墨水峡谷的人少得可怜，仅仅1、2天你就能试探出谢秋桐去了哪里。你们商量过了？你们在密谋什么？我说你会教我武功，谢秋桐权衡之后，最终还是决定告诉你。那个癫婆在想什么？难道他真是为了你好？他以为他这么做显得格局很大吗？谁没点格局啊？来，我教你武功。你想学哪一类武功？采阴补阳，就是把女人当作炉鼎，就能让自己强大的那种武功。采阴补阳这种武功，我不会。我可以教你正宗的大成度魔功，那可是我师父数10年钻研出的顶级功法。听名字很猛，所以我需要学多久呢？看天赋喽，我反正学了10年了。我先用内力帮你易筋法髓。
好，怎么来？躺下，我给你灌输内力。这个爽吗？坚持一下就好了嘛。喜儿嘻嘻笑着，不断给他灌输内力。虾仁已经迷糊了，身体像是在火堆里打滚，每一处都在被炙烤。虾仁，藏宝图在哪里啊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根本没有藏宝图？这一切只是谎言。没有，都是爹编的。你不要经文了吗？我说过，如果你骗我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来，杀我，杀了我，你也别进剑出寺了。你不是说那部经文对于你师父来说很重要吗？我倒要看看，在你的心中是更看重我的贱命，还是更看重你师父的得失？你威胁我，我此生最恨别人威胁我。你是孤儿对不对？谢秋桐说过，你父母去得早。师父把你养育成人，教你武艺，可谓是把你当亲女儿一样对待。但你现在因为自己的脾气，就要放弃他渴望已久的经文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。王八蛋，老娘今天非得撕烂你这张利嘴！你果然是自私的，你把自己的情绪放在你师父之上，你绝不肯受一点委屈，哪怕为了你的师父。哼，你真是顽强啊！这种绝境了，还能给自己找到活命的理由。但今天你必死无疑。我认识梵文，只有我才能看出你拿到的经文是不是对的。你真认识梵文？认识。如果你能帮我拿到经文，并翻译出正确的内容，我们之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。我是欠你的吗？挨打又办事的人是我，你别一副吃了亏的模样。你在讲道理吗？哼，真可笑。在这个时代讲道理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之所以这么倒霉，是因为你有罪。我有罪？这世道，弱就是天大的罪，就该死。你不信去看看北边那些百姓，他们生来就有罪。所以你的父母是因罪而死？至少那些凶手是这么认为的。其实老子会个屁梵文，作为极乐宫的圣女，喜儿一定是有敌人的，这事儿得问问谢秋桐，看他怎么处理。喜儿得知了藏宝图的真相了。你用剑出寺的真经稳住了他？我骗他说我认识梵文。这个放心，他拿不到真经的。为什么？喜儿拿到虾家藏宝图的消息早就传出去了，剑出寺集会，有很多高手准备好了杀局，正等着他去呢。你通过我猜到了喜儿的行动时间和方式，并把这个消息给了武林正道，卖了一个天大的人情。到时候剑出寺承担了战斗损失，喜儿或许丢命，正道或许也有伤亡，唯独你什么都不用承担，却是最大的赢家。很好，我很高兴你会这样去想问题，从利益层面去分析，往往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照这样下去，或许用不了多久，你真的能成为我的帮手。直到这一刻，虾仁才真正意识到喜儿所说，他真的是个癫子，比癫子还癫，因为他好像没有感情，他好像只在乎利益。我可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喜儿吗？你既然有学武的心思，可以让他用顶尖功法来换呢。你不怕他知道消息后就不去剑出寺了？人情已经卖出去了，他去不去与我何干？谢秋桐不是好东西，喜儿也不是好东西，这个时代就没有什么正常人，我本就不该期待什么，我还是期待这个消息能卖什么好价钱吧。我得到一个情报，关于你的，听不听？不听，一定是谢秋桐给你透露的。那关于剑出寺的，你听不听？这个可以听。你知道的，我外边很多仇家，你听了情报后帮我解决掉他们吧。就知道有条件，你说吧，如果消息真有用的话，那我接受这样的交易。据说武林正道已经在剑出寺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正等着你去，他们要杀你，这是谢秋桐给的消息，我不敢保证他的话是不是真的。他真是无耻，泄露我的行踪，把消息卖给正道，现在又把正道埋伏的消息卖给我，两头都赚钱，把我们当傻子。虾仁，你说我对你好吗？要认真回答。一般吧。我答应你，帮你解决掉外边的仇家，可以吗？那多谢了。你骗了我，又亲了我，你是不是欠我的？
大魔女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，别折磨我了。很简单呢，你要帮我取得真经。别闹，你那么高的武功都取不到真经，我算什么？我武功是高，但盯着我的人太多，我恐怕没什么机会了。但你有机会，毕竟没人会在意一个赘婿的行踪。只要我帮你引开藏经阁的守卫，你就能进去偷真经。剑出寺的藏经阁那么大，我根本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本啊？那是部经文，其实很短，就是2页金箔而已，需要日夜沐浴香火，供奉佛祖，所以一直摆在藏经阁的金佛坐像之前，你就一眼看得见。这种大事我办不好的，还是算了。哄也哄了，亲也亲了，还要怎么样？反正拿不到经文了，杀了你泄愤，我还是做得到的。经文而已，我保证给你拿到，但我不是怕死，不是怕你杀我，我只是单纯想交你这个朋友。你说话好无耻哦！还有更无耻的，想不想听？好啊，你说。那个，我想再亲一下，反正都到这个氛围了。娘现在就让你变太监！姑爷，小姐让你去梨花别院换衣服，要打扮一下呢。小姐还说别忘了你的丫鬟。希儿，起床了。哦。再看，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喂狗。那个就是谢秋桐，真是仙女一把。健康第一美女呢，你以为闹着玩的？可惜虽然长得漂亮，但心如蛇蝎啊！哎，他旁边的是他最近新娶的那个虾仁，这小子可有福了。有福个屁！你别看他衣冠楚楚的模样，搞不好下面的玩意儿已经被割了喂狗了，死太监一个。进去之后不要乱走，要一直陪着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今天也有任务，就是要争取到王辉的喜欢。王辉是谁？王家的小明珠，王导最小的女儿，所有人都喜欢她，而她喜欢那些奇闻异事和感人故事。如果你能让她爱上你，我会试着帮你得到她。什么？得到她？我可以通过她去撬动王家一部分资源，你可以通过她真正走到上层阶级来。另外，你还得到了一个所有人都喜欢的美人，不好吗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这几天家里的卧底、间谍和刺客竟然全部停下了动作，丝毫没有要针对你的意思，这就足以证明你已经通过谢宇向司马少传达了某些意志。你背叛了我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和你一起发疯？你失败了，我跟你一起死；你成功了，你把我献出去当替死鬼。虾仁，我只说2句话，你听好了。第一，今天不许乱跑，不许去帮喜儿，那不是你该参与的事，这会给你带来危险。第二，拿下王辉是你唯一活命的机会，否则你只能死。你能不能活，就看今天这一劫了。你看，他就是王辉。谢婆是懂设计剧情的，今日集会他找了很多名士以修身齐家学说，针对谢瑜的学生，为徒弟出头的谢瑜说出了理学，震惊了所有人，成为了名震天下的鸿儒。什么都不是他的，结果他成为了真正的大儒，真是可笑。53刻准时到藏经阁偷经文，如果不成，你可以准备好棺材了。刚刚谢秋桐还说今天是我的大劫，过不去就没活路，到底谁要害我？我们只是无足轻重的人，我知道你心中的苦，你的智慧被窃取了，你成了这一场闹剧的边缘人物和受害者，但谁会在意的？虾仁想起了他是谢府家宴那天儒生的其中之一，今天他被设计成被他人攻击的对象，谢瑜正是站出来为他出头。你比我强，你虽然承担了这样的丑角，但你一定获得了回报。回报是给了我金钱，给了我住所，可那是我需要的吗？我要的是前途，是名。走过去喝点吧，我专门带了一坛好酒，咱们可以。谁让你接触我的？目的是什么？
误会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只是单纯找你喝酒。我是赘婿，你是儒生，你们心中的骄傲不允许你会想找我喝酒。你倒是挺敏锐的，不过你大概忽略了一点。你真以为我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？谁派你来的？是谢瑜吗？他生怕理学的事败露出去，所以要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看在你要死了的份上，我也不怕告诉你是太子殿下。司马绍，怎么可能？我向他投诚了，他也写字回应了。哪怕你已经投诚，太子殿下也会怀疑你是受到了谢秋桐的指使。在这种不好辨别的情况下，让你消失是最好的办法。明白了，我逐渐有点理解你们的思维模式了，所以我敢跟你到这里来，也是有基本的判断的。暗中的朋友，请出手助我。秋桐担心你的安危，让我今天保护你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会说实话吗？会，但我未必回答。谢秋桐让你保护我，是不是有一个前提条件？只有我意识到有人保护你才会出手。他的原话是：你不呼救，我就不出手。果然，谢秋桐啊，谢秋桐，什么都被你算到了，你真了不起。王辉，我来了。你就是虾仁，果然是一表人才，不愧是谢家颠子选中的人。据说你14岁就开始逛青楼了。王少，王导第5个儿子。我们正在讨论佛学，虾仁，你也说2句啊。我不懂佛学。怎么？你是瞧不起我们，还是不愿意交流啊？哥哥，别为难人家呀。谢颠子啊，你们谢家怎么回事哦？长辈那么出息，怎么不好好教一教晚辈呢？难道家族不在乎文化传承吗？不兴家教，人何兴族啊？你支支吾吾的在说什么啊？说你蠢，说你坏，说你无知无德，现在看来还有点聋。你今天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谢家也容不得你。我家秋桐乃是庶出，却能留在谢家，正是因为谢家重视亲情，有人情味，讲道德。但你刚刚却指责谢家无德，你是不是愚蠢？而你听信市井流言蜚语，竟认为他真是传言之中的疯癫之人，你是不是愚蠢？一个庶出的女子，亲母早逝，靠着自身的努力获得了家族的认可，而你却拿那些诽谤之词公然调侃于她，难道不是坏吗？没道德的是不是你？你这是强词夺理。诸位都是有学识的人，而这王少在此地言语讥讽我娘子，我虾仁哪一句话不是有理有据？哪一句话污蔑她了？难道女人就不能聪明，不能博学，不能有才华？我看王辉姑娘就是典型的博学多才啊！她竟然莫名其妙夸自己，干嘛呀？以前都不认识的。陪我演场戏，我要接近王辉。人心有相，在于面相，也在于手相。一个人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手，就看透别人的心。娘子要试试吗？郎君可以通过手相就看穿妾身的心吗？当然。娘子，你看，人的手掌有3条明显的纹路，分别是智慧线、感情线和命运线。从纹路上说明你很坚定，毫不动摇。你的感情线很浅，而且很短，说明你在感情上是一个慎重内敛的人。你的命运线，这下不单单是演戏了，我的好奇心被你勾起了，你得说出来。坎坷、短命，充满波折。还有呢？长色惨白，缺福少喜，也没什么人关心。四周的女子开始打趣了起来，本就喜欢玄学的他们，此刻已经完全上头了。果然，不出虾仁所料，王辉最终坐到了他对面。夏公子，帮我也看一下，谢谢你。你的智慧线很悠长，很深刻，这代表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姑娘。可是，爹爹和娘亲都说我笨，哥哥姐姐们也说我不聪明。智慧不一定完全表现在聪明上，有些人看着不太聪明，但总会一眼看到事情的本质。再看你的感情线，这代表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你善良心软，有时候也爱哭，即使是一些与你无关的事，你也容易感同身受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这样的，夏公子，夏公子，你算得很准。你的命很好，虽然也有坎坷，但趋势明显，会幸福一生的。谢谢你，夏公子，我很开心我会幸福。王姑娘，你从小读书，是博学之人，你懂佛吗？
我读的书其实也不算多，老是偷懒，但多少是懂一点点的。那你怎么理解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这句话？1刻钟后，我在池塘边的凉亭中等你，我要给你讲这句话的故事，希望你能帮我解惑。这样吗？算作我给你看手相的回报，如何？那好吧。我约了王辉去凉亭聊天，你记得叫那个穿白衣服的保护我，我怕司马少还有刺客在这里。人家是圣星宫的首席大弟子，叫冷灵瑶。不管是谁，叫他保护我。他为了喜儿而来，已经没有时间再保护你了。不过你不必担心，这里已经没有司马少的刺客了。见过虾公子。王姑娘就别那么谦卑了，你年纪小，叫我一声虾大哥都行。那虾大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叫我来，是说关于那句话的故事吗？边吃边说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？你眼巴巴的看着各种零食水果，都快流口水了，那能不想吃吗？才没有流口水，只是想吃而已。母亲说今天是大场面，有很多人在，让我要注意端庄的形象，不要老是吃东西，大不了回家再吃，不然我何必要忍着？你吃你的，我说我的。这句话说的是一个蛇妖和一个书生的爱情故事。爱情故事？妖书生？白蛇传的故事娓娓道来，听到甜蜜处，王辉眼睛亮晶晶的；而听到伤心处，却又忍不住流下泪来。王姑娘，我的故事好听吗？好听，但就是太伤心了。我不好意思啊，我都掉眼泪了。想知道10年修得同船渡这句佛节出自于哪里吗？哪里啊？我真的没有读过哎。那篇经文就在这剑出寺的藏经阁之中，我现在要去借阅。王姑娘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？可是剑出寺的藏经阁不让外人进去的呀。你想进去吗？如果你想，我就一定带你进去。那个想是想的，但……走，我带你去。好大的金佛啊，真是壮观。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吧。那2页真经是佛家圣物，横不得你们亵渎。我想送大师2首佛节，换取一睹真经的机会。佛迹，你认为你会比我更懂佛？佛无所谓懂与不懂，心诚向善便是佛。佛无相，人人皆可成佛。阿弥陀佛，老衲法号怀悲，见顾施主。怀悲大师晚辈怀着真诚而来，请大师先听佛节，再行决定。自为无相劫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须服侍，不时惹尘埃。好事，以菩提明镜比喻身心本性，时时服侍，保持心性纯净光明。怀悲大师觉得这一首无相劫好，难道不好？那大师请听下一首菩提节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施主想观真经，请跟老僧上楼吧。2位施主且看，下碗中间那2页经帛就是真经。看不懂哎，虾大哥，上面写的是许仙和白素贞的下一世吗？我也看不懂，大师可懂梵文？阿弥陀佛，老僧佛学造诣不够，看不懂全貌，还需坚持修炼。第一句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是观自在菩萨。果然，还只有2页经帛，那基本上就是观音心经了。那一句是什么？老衲惭愧，只认识舍利子、受想行识等字。阿弥陀佛，多谢怀悲大师解惑，晚辈窥得真经容貌，已经容是性之志，不虚此行了。阿弥陀佛啊，施主客气了，施主对老僧的帮助更大，若日后有为难之处，老僧愿意帮忙。多谢大师，那晚辈2人就告退了。虾大哥，许仙和白素贞的第2世，你看懂了吗？我看懂了，等下一次见面就讲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虾大哥给我讲的故事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有趣的故事。走吧，王姑娘，我们该回雅集了。消失太久，你五哥会担心的。小妹，你没事吧？那臭王八有没有欺负你啊？五哥，你好好说话嘛，不许骂人。虾大哥哪里会欺负我？
夏大哥，你都叫他夏大哥了，他不过区区赘婿，身份低贱，你怎么能这么叫他？五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身份的高低只是个人的境遇不同，这不能代表品德和才华。他给你说了什么？你竟然向着他说话？王姑娘，我挨骂没关系的，你不要为了我这种身份低微的人跟你的五哥吵架，不值得的。五哥，你出口成脏，无故骂人，我要和母亲说，我要让母亲罚你。狗东西，你到底给我妹妹喝了什么迷魂汤？竟然把她骗成这样，老子废了你啊！五哥，你不尊重我的朋友，还想动手打人，你快放开他，否则我不理你了。我的好妹妹，你别使性子了，她分明就不是个好东西，她接近你肯定别有用心。是啊，像我这样身份低微的人，本不配和王家的明珠做朋友的。五哥，你不要再有偏见了好不好？不许污蔑我的朋友，他是不是好人我分得清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真的不理你了。哎，小妹，去哄哄你妹妹，她虽然倔强，但心肠软，说几句好听的，她就又高兴了。那是我的妹妹爸，你这姿态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妹妹呢。雅集的社交环节过后，谢秋桐带着虾仁回了谢府，心情显然很高兴，并且让虾仁在藏书楼好好休息。虾仁，闹剧该结束了，真经拿出来，我们一笔勾销，否则我会杀你。我今天去了藏经阁的。哎呀，哥哥好棒啊！奴家果然没看错人。藏经阁有个怀碑老和尚坐镇，我没拿到真经。你耍老娘！我背下来了。哥哥，这下满意了？你就知道调戏人家，害得人家起起伏伏的呢。我把真经帮你们翻译成了汉文，前者恩怨一笔勾销，后者算是你欠我一个人情，对不对？你想我教你武功？翻译经文值这个价吗？其实不值，但既然你说怀碑在藏经阁，那就值了。好，从今晚开始，我教你大成度魔功，你盘坐起来，我先帮你易经伐随，再传你总纲口诀。成了，多谢喜儿你看起来很累。白天跟4个高手打，又被追了几10里路，现在又给你易经伐随，能不累吗？当然累啊！虾仁干得不错，你拖住了他，还把他内力消耗空了。魔女，你死期到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奖励的。去洗澡吧，今晚我们就同房。我明白了，他自身状态不好，如果来藏书楼找不到我，肯定就会先离开，先躲起来恢复。你怕你的计划落空，专门留我在藏书楼拖住他，然后去找这个女人过来。猜得不错，而且你做得很好，你成功让他把内力消耗一空，自己还易经伐随了，双赢。给我奖励可不可以是放喜儿离开？当然可以，今天你有功劳，我答应你这个条件也是应该的。狼女侠，封住喜儿的穴道，并且绑起来啊，绑得性感点儿。都说极乐魔女倾国倾城，果然不假呢。虾仁，如果你想做点其他什么事，就抓紧时间哦。畜生，来啊！反正我早就该死了，老娘生来就有罪吗？我可是魔女，臭名昭著，你杀了我就扬名天下了。说完了吗？骂我有意义吗？你又不是看不出来，我也是个被利用的可怜虫罢了。帮我2个忙行不行？什么忙？师父带我，叔母带女，我死之后，你要帮我把真经给他，我亲笔写一封信，你好好留着，到时候师父看到经文和信，会收留你的，有他保护，你就安全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定把经文送到你师父手上。第2个忙，我不想死在冷灵瑶手上，我师父和他师父斗了一辈子也没分出胜负，我若是死在他手上了，师父就败了。在我写完信之后，我要你杀了我，
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恨，我恨这个世界，我恨所有的一切。杀了我，别让我死在冷灵瑶手里。可我不想你死。你是魔女，你该死；你是战争的孤儿，你不该死。这些我都分辨不了，我只知道你实实在在帮到了我，实实在在没害我什么。你死也好，活也罢，都行，但你不能因我而死。傻，你做不了主，你只是一个卑微的蝼蚁。别慷慨激昂说这些话了，显得可笑。我来到这个世界，一直都是一个卑微又可笑的角色，不是吗？但我总不能永远这样活下去。我来到这里，我总是被迫，总是无奈，总是被推着走。我从来没有真心想做一件事，但如果真的要真心做什么，那第一件事就从拯救开始吧。继儿，我想救你。你真傻。继儿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没娘。你混蛋！时间到了。爽完没？下人，你竟然没有对他做什么吗？这可不是你好色的风格呀。我想保他。为何？你别忘了，他最初是来杀你的，你要救你的仇人。我帮你做你想做的事，你放过我想保的人。这不够，你应该很清楚，你帮我做事是应该的，你应该拿出更多的条件来救他，但你拿不出来。我会做这个。床弩3支弓，威力极大，可战场破盾，可洞穿城门，绝对是超越时代的床弩。我可以放了他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等他伤好之后，要帮我做一件事，并且经文卷写一番。休想，我绝不可能帮你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我替他答应了。你需要赶往庐江郡，去处理一起流民拜祭山神的事件。你要过去阻止那群冒充山神的团体继续蛊惑百姓，让百姓明白真相的同时，把犯罪团伙送到官府，听候处置。你不怕我带着他跑了？你们走不走我都无所谓，但必须要完成我交代的任务，不然我会把经文公之于众。这对于北域父母来说，一定不是什么好消息。真是奇怪。一旦出了健康城，就谁也拦不住我了。带你走，无非是一个念头的事，他真不怕？谁知道呢？或许他认为我会在意我爹，可是我根本不在意。不管了，走，直接跑路。那要去庐江县吗？当然要去，不然他真把经文公之于众了，师傅那边怎么交代？这是我的任务，你确定要帮我吗？本姑娘不至于那么没良心，让你一个人去闯。毕竟你是为了救我吗？谢秋桐那个心机女，真是坏到骨子里了。我明知道她故意把我们放在一起，就是为了让我对你动心，但你偏偏就动心了。动你个大头鬼！我只是觉得你怪可怜的，再帮你最后一把。还是要离开这里了，这里真好。这里好吗？你看了外面的世界，就知道健康城好不好了。健康城是挺漂亮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跟我走？想过啊。我实话实说，继儿都说你是喜怒无常的魔女，但我却觉得你比谢秋桐好多了，至少你真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是魔教吗？因为我们支持的是鲜卑族慕容氏，为汉人武林所不容。如果你来了极乐宫，早晚也是要为鲜卑人做事的。你是汉人，你能接受吗？在极乐宫更安全，还是在谢秋桐身边更安全？师傅在，我就在，我在，你就安全。完成了庐江郡的任务，咱们就去极乐宫，可不许反悔。庐江郡南临长江，东靠巢湖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、富庶之地。到了地方后，什么鱼米之乡、富庶之地，简直连贫民窟都不如。明明田里依旧种着稻谷，却与这里的贫苦似乎完全不相符。怎么回事？我看这里庄稼也种得好，官道也维护得不错，怎么百姓穷成这样？地又不是他们的，庄稼好不好与他们何干？我说过了，出了健康城，你才会知道健康城的好。
那里繁华，歌舞升平，外边却直接就是修罗炼狱。来个人问话，有赏钱拿。夫人问小人，小人什么都知道。大人可怜我吧，我们2天没吃东西了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2个过来，其他的滚远点。这里是不是有山神祭奠仪式啊？什么时候开始？去哪里祭奠？夫人，我们要拜灶神爷和山神娘，我们天黑了去，拜了有5、6天了。上马车，先离开再说。别想着让他们上来，他们不敢。为什么？皇帝让你去坐龙椅，你敢坐吗？他们清楚自己的身份。那小姑娘跟不上马车，要不让她上来？随你，反正这是谢家的马车，你可以决定一切。停！让小姑娘上来吧，她光着脚走路也不方便。多谢大人，还不快道谢！大人看上你是你的福气。大人，你别看她瘦小，其实她已经10岁了，她什么都会做，什么都肯做，只要100个铜钱，100的铜钱就好。你害了他，如果你现在不买下他，他免不了一顿毒打，因为他爹会认为他一定是什么行为犯了错，惹了你不高兴，才导致你不买他。我只是看他可怜，想让他上来坐一下。他爹可不这么想，他爹以为你想买他女儿做小女奴。才6、7岁，是10岁没错，只是没吃的，长得慢。那买下来吧。行啊，全天下有数之不清的这种小女孩，你都买下来吧，大圣人。我做不到，但万事开头总要往好的地方去做。这是我碰见的第一个可怜孩子，算是缘分，我买下他。你怎么照顾他？我们万里迢迢北上，还要带个累赘。极乐宫不是专门做善事的地方。我让车夫把他送到谢家。谢秋桐估计会把他直接扔进池塘喂鱼。省省吧，虾仁，别幼稚了。你真把自己当大贵族了？就那么想有个小女奴？确认那些村民没有追上来之后，喜儿慢慢问了起来。村民请求方氏老爷帮忙，让山神娘和灶神爷发发慈悲，给点东西吃，给点衣服穿。而今晚正是祭祀仪式。怎么感觉你心情变差了？如果真想要那个小女奴，等会儿买了就是。那是小姑娘，不是小女奴。别觉得小女奴不好，至少代表能活着。诸位，灶神爷和山神娘已经看到我们了，快快献出祭品，只要灶神爷和山神娘满意，就会睁开眼睛的。听到这句话，无数的村民开始把身上大包小包的东西朝着香案旁边的坑里丢去，这是他们仅有的粮食，也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根基。真是愚蠢到不可救药！如此简单的话术，毫无包装的骗局，就能把他们骗得团团转，连仅有的粮食都给出去了。因为他们别无选择。什么别无选择？这种骗局很难识破吗？他们就是痴心妄想发了疯。什么灶神也给他们送粮食，山神娘给他们送衣服，这种鬼话都信，真是无可救药。不识字没读书，从小挨饿受冻，艰难活到现在，却还是快要活不下去。到了这种份上，他们除了相信这些，还能相信什么？他们是痴心妄想没错，可除此之外，他们又能做什么呢？若有他法谁求仙？只因无路才跪天，非是心愚蒙了眼，只是无力渡难关。灶神爷显灵了，灶老爷睁开眼看我们了。灶神爷啊，可怜咱们吧，一定要给我粮食啊！什么狗屁灶神山神，装神弄鬼，蛊惑百姓！我抓你们去见官！哪里来的女娲啊，敢对神明不敬？快把她给贫道赶走！狗屁的道士，就是一群江湖卖艺的假把式，这你们也信？我现在就把那双眼睛摘下来给你们看！看！
看见了吗？这就是灶神爷的眼睛，你们全都被骗了。现在官府的官兵已经要来了，到时候自有说法。女侠饶命啊，咱也是实在活不下去了。但凡有条活路，又怎么会出来骗人啊？哪里来的野种，竟然气跑了山神爷！你破坏了仪式，惹恼了神灵，可让我们怎么活？好狠的心啊！你这是断了我们的活路啊！月光下，晚风吹拂，火焰缭绕，喜儿成了最大的恶人，被无数村民痛骂着。杀了这个女人，她毒神，她害得我们都活不下去。哼，就凭你呢，也配杀我？官兵来了，官兵杀人了！谁让你们动手杀人的，都给我停下来！哥哥，为什么不买我？是不是我不够乖，不够听话？下人身体僵硬，死死咬着牙看着四周的一切，只觉得宛如一场噩梦，如此荒诞，如此虚假。在这黑夜的荒野中，人是如此轻贱和渺小。屠刀斩向他们，一刀割肉，一刀断骨。你受伤了吗？伤口在哪里？不是我的血，没受伤。啊，恭喜，任务完成了。你破坏了这里的祭祀活动，让百姓们知道了真相，官兵也来了。谢秋桐的任务我们也完成了，该走了。我等官兵下山。你等他们做什么？参见大人，参见夫人。为什么杀人？这贵族大人的问题真怪，杀百姓还需要什么理由？难道是想捞点油水，在暗示什么？大人，我们粗略算过了，这几天加起来，这些村民被骗的粮食足有2000多斤呢。我们会全部押回郡城，交由郡尉大人处理。至于怎么分，那是大人们的事，小的哪里敢插手？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杀人？小的愚钝，我们杀的都是妇孺和腿脚不方便的男人，但凡有力气能跑的，我们都没杀呢。不过他们虽然活下来，但也是戴罪之身。大人需要多少苦役，还请直言，我好向禁卫大人报备。下人明白了，在他们眼中，村民不是人，是畜生，畜生就是劳动力，没有劳动力的就该杀。大人，倒是有几个小姑娘没杀，大人若是需要，小的做主送给大人。嘿嘿嘿。告诉你们郡尉，所有幸存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动，若无家人认领，就全部送到谢家来。如果他敢在这件事上作假，就等着丢官吧。大人放心，小的一定照办。大人真好，这一口可以直言啊！小的周先愿为大人担脑涂地。瞧啊瞧啊，第一次见到这种血案吧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尸体吧。继儿，这是梦吗？这是什么胡话？我感觉像梦一样，见初四集会那么热闹，今晚这里也很热闹，但却不像在同一片世界。这些官兵不是来查案的，他们是来捞钱的。把人杀了，粮食就到手了；把别人的妻女杀了，劳动力就到手了。这些百姓穷得活不下去，但这些官兵还要喝他们的血，吃他们的肉，压榨出他们身上最后一滴油。为什么说这些？想显出自己高尚，显出自己有人性。可是你今晚看到的就是最常见的事啊，一点都不新鲜，全天下到处都在发生啊。我知道你并不是不心痛，你只是见惯了，因为你的亲人就是这么死的。不是的，不一样。我的父亲是被马踩死的，我的母亲是被蹂躏死的。我带着弟弟逃命，被7、8个兵追上，弟弟被他们吃了，我被师父救了。别用那种表情看着我，我的泪早就流干了。我的恨也微不足道，我常年在北方游历，见过太多这样的事，慢慢的也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。这就是这个烂透了的世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只能在死之前留下遗言，就像那天你问我的，我恨这个世界的一切。少来这套，
心疼我，想安慰我，没必要，我早把这些事看透了。今晚他们杀的花，我也看着开心。最好把全天下的人都杀了，让这个世界全部沉入深渊，大家都别好过。是不是要天亮了？然后呢？有什么好期待的？天亮了也就那样。跟我去极乐宫吧，师父会保护我们所有人。你师父叫天池雪观音，她是不是很漂亮？那当然，师父是天下第一美女。别看江湖人都说武林第一美女是圣心公主祝月溪，第二美女是她徒弟冷灵瑶，但其实他们绑一块儿都不如师父。那她一定很漂亮，像仙子一样。反正到时候你看了就知道了，我绝对没有偏颇。真期待看到那样貌美的女子，但我不跟你走了，我要留下来。再说一遍，我不跟你走了，我想回谢府。那你滚啊！早晚有一天，谢秋桐会把你吃的连骨头都不剩。我早就知道你不肯跟我走，虾仁，别以为我多看重你，我只是觉得你关键时候站出来保护我，像个有担当的男人。你走吧，你回去吧，我一点都不在乎你。早知道你是这种人，我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就该把你杀了。你以为我想回去？我不想，我也想跟你走。今晚的事，你说你见惯了，麻木了，可我没有见惯，我没有麻木，我流的是红色的血。面对这样的事，我要怎么当没看见？像你一样遭受了那么大的痛，却要像个行尸走肉那样强迫自己忘记，老子不想做懦夫。你说的好啊，慷慨激昂，振奋人心，有用吗？除了感动你自己，有什么意义？我要回去，谢秋桐能给我机会，我要往上爬，早晚能做成一些事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遍地哀鸿满城血，无非一念救苍生。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可能永远浑噩下去，我总要做点什么，做猪狗一样的百姓。我不愿做举起屠刀的贵族，我不想做赘婿，做鹰犬，做醉生梦死的人，我不甘，可我总要做个什么吧，哈哈。你想做什么？太阳。滚吧！你都给自己找好理由了，那你就滚，别让我再遇见你，否则我一定会杀了你。虾仁没有回答，他只是上了马车，在太阳的照耀下，在红色的光下，朝着东方而去，朝着太阳而去，那是健康城的方向。其实我没有麻木，只是麻木会好受些。无非一念救苍生嘛。傻瓜，我早就不流泪了，都多少年了，非要骗我眼泪。如果你死了，我每年给你上香；如果你累了，我就带你去极乐宫；如果你真的做成了一些事，不管多远，我一定来帮你。你回来了，我非但没有损失什么，还大赚了一笔。彼此，责任感、理想、欲望都有了吧？有了。不用谢我，帮我。帮你做什么？做我们想做的事。为了促成我们的大事，我要给你介绍一个人。这是我的师兄，姓聂名庆，功夫不错，以后是你的贴身保镖。我说小童啊，你专门写信把我叫过来，就是为了保护他，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？师兄肯帮忙就好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反正你有钱。每月要给师兄1两白银或1贯铜钱，这2个月我已经替你支付过了，10月开始你得给了。1贯铜钱？不是，他要干嘛花这么多？小子，这已经是友情价了，如果不是看在小师妹的面子上，你每月得给我1两黄金。他强还是喜儿强？喜儿。那我不要他，我没被这么弱的人保护过。你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吧。如果觉得不甘心，那我就再赏你3000文铜钱，算是给秋桐面子。小子，你很嚣张啊！你知不知道，他为了劝我来保护你，可是专门写信给我。嚣张吗？我只是在说实话，我的确没被你这么弱的武者保护过。过去将近1个月，都是喜儿或冷灵瑶在保护我，你比他们强。
老子是不如他们，但保护你这个废物还是绰绰有余了。既然你很想保护我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吧。2个月的试用期，如果表现不佳，你就自己滚蛋。谁说老子很想保护你了？你他娘的根本也不知道大成镀魔功算是武林之中比较出色的秘籍吗？那个，你会大成镀魔功？那可是极乐宫的无上宝典啊！北域佛母之所以称霸武林魔道，靠的就是它啊！看你的意思，这本秘籍还算不错。什么叫还算不错？这可是武林最顶级的神功啊，和圣心宫的圣清诀齐名呢。你说还行的话，我就继续练呗。就这样了，你走吧，我顾不起你，懒得要你。那个，其实钱不钱的根本无所谓，我也没有很缺钱。你是我小师妹的郎君，那也算是我半个小师弟了，我应该保护你啊。那你也算我半个师兄。是啊，绝对是的。那我修炼大成镀魔功遇到阻碍，是不是可以请教你呢？绝对可以的，好师弟，师兄随时帮你。去忙你的吧，我先进去找他再聊聊。好嘞，师弟们走啊。师兄做事洒脱，一旦做起正事来，他是靠得住的。我们要做的是风险太大，你有他的保护，才能放开手脚。我自有我的处事方法，现在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，以确定之后的路。你和司马少在斗争，仅仅是因为婚姻吗？琅琊王氏的势力太大了，无论是当今陛下，还是他司马少，都渴望能削弱王家的权柄，所以他娶了颍川于氏的于文君，但同时他还想要获得谢家的支持，这有利于司马家在广度上制衡世家门阀，也有利于他上位之后进一步加强集权。因此你应该有一个结论了。司马少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储君，但对于谢家来说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即使成了外戚，在名声上或许有损，但可以借助司马少的力量获得进一步提升。王敦的权力过大，并且他可能有造反的倾向。如果谢家和司马家成了好事，那王敦一旦造反，我们可能会成为替罪羊，这其中的风险太大，不值得我们提前进入漩涡。我们更希望在乱局之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和时机，仅此而已嘛。有些话我可以对你讲，但只能我们2个知道。我会保密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天下之苦，苦在何处？民不聊生。何以民不聊生？其实就2个，其一战乱，其二钱。大晋还好，至少不像北边那么乱，但赋税劳役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好。你说说看，如今的状况。屯兵边镇每年所耗费的军需都是一个天文数字，只能增加赋税，徭役频繁，破坏了百姓的耕种进程，治安问题严重，内部匪患不断，劫掠成风，仗车下滩，层层官员剥削百姓。我本以为你真的不学无术，没想到你看得挺清楚的，但你真的说完了吗？虾仁不敢回应了。世家门阀垄断权势，政治腐败严重，土地兼并极为夸张，逃税漏税实在普遍。但要解决这个，就相当于在谢家头上动刀子，这绝不符合谢秋桐要追求的利益。看你的表情，我猜你一定想到了什么，只是不敢开口。那就不说那么远，先说说目前比较务实的事吧。你想做什么？做官庐江郡太守。不可能，一郡太守官职太大，庐江郡地势险要，太守为政五品，一步登天也不可能那么快。如果你想当地方主官，庐江郡旗下有个书县，你可以去做一个8品县城。怎么操作？8月15中秋佳节，北湖有重大集会，世家大族、皇亲国戚都会参与。你要在当天出尽风头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名字。之后，父亲会联系中正官，把你的名字提上去，有理有据才能举贤不避亲。到时候父亲会按照程序派你到书县。下人想起了投名状那句话，10日拿下书城。他没想到自己也想要拿下书城了。司马少会不会阻挠？不会。等你去了书县，他会杀你。看来去一个偏僻的县城也不是什么好事啊。再一次强调，王辉很重要。王家庞大繁杂，王导主政，王敦主军，几乎占了大晋半壁江山。但王辉是最讨人喜欢的那个，有他站在你身边，
任何人都要考虑王家的想法，这叫借势。我时常认为，做大事者必须要心狠手辣，不择手段。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你可不要因为儿女情长，误了大事。我知道怎么做，你只要铺路，我就能走好。基础你给我了，我就能给你满意的答案。我欣赏你目前的状态，这似乎才是真实的你。所以，距离中秋节并不久了，希望你准备一下，最好提前和王辉见个面。至于怎么想办法见面，那就是你要考虑的事了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什么帮助？我可不会帮你去追女人，那传出去我不要面子了。我没钱，给点钱花花。你没钱，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条路，你保证能搞到钱。请娘子明示。往这个方向去，那是你岳母的院子，她最不缺钱，你能把她伺候爽了，她可大方得很。这个还是这个呢？索然无味啊！小婿参见岳母大人，给岳母大人请安。这个好。虾仁啊，你过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进来找岳母大人是。哎，岳母大人你今天皮肤怎么这么好？莫非是用了什么好的保养法子？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？今天也和往常一样啊，哪有什么好不好的？也是，岳母大人本就国色天香，怪不得住的地方也叫牡丹院呐。这牡丹院是我刚嫁过来的时候取的名呢，这里每年都要种很多牡丹花。有岳母大人这朵花魁在，所以这里的牡丹每年都艳丽无比吧？哪里学的这些话？你这孩子，快坐快坐，别站着了。岳母大人还记得此前在藏书楼我说起的一首佛节吗？当然记得，之后我还抄写了下来呢，给很多朋友都看过了，都说好呢。知道岳母大人喜佛，所以小婿再见初次集会的时候，专门去找了怀飞大师，请他为岳母大人合一首呢。哎，你虾仁啊，你是好孩子，见初四那天你那么忙，还记着岳母的事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岳母大人客气了，这就是晚辈该做的呀。怀飞大师合诗一首，请岳母大人过目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真是好诗，比此前的佛偈再上一个境界，完美应和。怀悲大师不愧是高僧。怀飞大师说了，佛是无相的，心中有佛，人人都可以是佛。像岳母大人这样的好心肠，就是真菩萨真佛。怀悲大师那是慈悲心肠，所以才这般夸我，我哪是什么真菩萨？岳母大人，小婿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。直接说就好了，客气什么吗？中秋节有重大集会，秋桐想让我出风头，但让我自己想办法。小婿虽然有些办法，但还是觉得不妥，想听一听岳母大人的意见。孩子，这种事你应该问你的岳父啊，他懂这些。我一个妇道人家。岳母大人出身大族，家世显赫，又在谢家做了这么多年主母，肯定是见识非凡，积累丰富啊。这句话倒是让孙如有些触动。家族里的很多大事，他是没有发言权的，现在唯独这个赘婿把他当成主心骨。中秋节的集会，世家大族和皇亲国戚都会参与，往往会围绕国家大事去做文章。你可以通过近些年的格局纷争，去想想法子。虾仁也有些懵了，他没想到孙如真的懂。最近北边战事频繁，石虎对我大进兖州，虎视眈眈，已经多次派兵攻打，朝中主和主战两派争吵不休。而陛下对当年永嘉南渡耿耿于怀，加上年龄大了，想创一些功绩，他本质是想打的。多谢岳母大人赐教，岳母大人果然是韬略在心，见识卓绝，几句话就到，破了天下格局，和陛下圣意，小婿真是佩服不已。如果岳母大人是男儿，那也是能为及人臣的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聪明，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？小婿这就去找岳父大人，问问岳母给出的计策是否可行，不行得先回一趟家，找我爹帮忙。找你父亲帮什么忙？见怀悲大师的时候，为了让他应和佛节，我答应捐10两黄金的香火钱。哎，小婿身上没有，也不想问秋桐要。你这孩子，你为我求的佛迹，我难道还要你给钱？万万不可，小婿家中也是有点薄资的。胡闹！你这孩子又懂事，又有孝心，又懂得关心人，
我作为长辈给你点钱怎么了？那是应该的。我马上让人给你取10两黄金。岳母大人，这小婿怎么好意思收啊？什么不好意思？10两黄金也不是什么大数目，以后缺钱了就找岳母拿，岳母最不缺钱了。那就多谢岳母大人了，得到认可，搞定。10两黄金在此，把其中5两给我换成铜钱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但我要抽成。我去找我爹换，他有的是铜钱。孙如给你钱，还不是因为你是我丈夫？你借助了我的身份，给我2两是不是应该的？什么丈夫，睡都没睡过。我可以给你占占便宜。他贪财，他的弱点竟然是贪财。2两黄金可不是个小数目，亲一下那种我可舍不得。这都不行，那你还想干什么？你貌如天仙，但那也只是脸好看，不知道身材怎么样。原来是这样，你瞧，腰很细吧，腿很长吧？隔着衣服哪里看得出来？你别太过分，我不可能脱光了让你看吧？看一看就是2两黄金，你不亏的。不看就不看，走了，我去找我爹了。慢，我答应你，拿钱来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看不到利益，我不会做任何事。你应该增长的是其他方向的欲望，而不是色欲。事实是各方面欲望都增加了，健康第一美女站在我面前，我能不想？我又不是太监。我就当你不存在。都没有脱光，2两黄金很好，够我梨花别院3个月的吃喝开销了。不是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你根本没脱光啊！我好歹是黄花大闺女，你多少给我留点体面。不过，看在金钱的份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后天王少要和一群朋友去城外采风游玩，王辉大概率跟着去。很重要的情报，还回味呢。谢秋桐，你说咱俩有没有可能做真夫妻？我对男人没兴趣，我也没有任何男女感情上的欲望，你不必妄想了。想必你也看得出来，我这种人是不可能受限于儿女情长的，我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别解释，我随口一问而已。其实也不是没可能，你比我强，我就跟你。只是目前我没看到比我更强的男人。我还是考虑中秋节集会的事吧。家里有木匠吗？我需要弄个东西，到时候让王少帮我推广一下。有。这个时代流行的是六国棋，而虾仁请木匠打造现代象棋是宋朝之后的顶级棋牌游戏，只要能推广出去，可直接秒杀六国棋。就连精明的谢秋桐也没在虾仁手上讨到好处。再来8局了，有必要一直这样下吗？必须来，我要赢你。虾仁愣了一下，随即恍然大悟，他找到了谢秋桐的第2个缺点：好胜。除了贪财，还极端好胜。既然是游戏，当然要有彩头，不如1两黄金一局。不可能，你以为我会白送钱？我让你车马炮。好，说定了。再来。不必自卑，在这方面我天下第一，你已经算上手，很快的了。滚去找你爹！赌场传播这个东西是最快的，不说半月就能风靡健康，有资源就要利用。况且你也该回娘家了。喂，大胡子，你得给我驾马车吧，我担心外面不安全。你什么时候练武？我只负责指点你武学。去不去？我只问一次。你娘的威胁起老子来了！你问问小师妹，我聂剑怕过谁？再敢废话，当心老子揍！这个可是黄金，相当于我1年的劳务费。师兄啊，别说师弟的不义气，我只要有，我还是舍得的。什么师弟？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师兄了，我是你师弟。那送我出去一趟。赴汤蹈火啊，师兄，师弟给您当车夫。儿啊，你总算知道回来看爹了。不是，你里边怎么一件衣服都不穿？那个天气热吗？况且穿上也不太方便。赶紧回房间，有事跟你说。爹啊，规则你都记得明白了吧？你要立刻在赌场去传播，尽量让更多的人知道。爹啊，你儿子现在深受谢家器重，正努力往上爬，这件事很重要，你可不要只顾着玩乐了啊！你放心，你爹做事很靠谱的。
而且这方面是我的强项。怎么这么臭？你怎么回事？啊，我没感觉啊，可能是这几天玩太多了，现在有点兜不住。他妈的，人怎么可以这么离谱啊？儿啊，好好干，将来爹享你的福啊！降级的事好好对待，等你的好消息。说好了，天黑才能下山，谁怂谁是狗。我也要上山。你别想了，带你出来已经违反规矩了，还带你上山，要是被爹知道了，我少不了一顿打。你就在这里待着，等我们下山即可。五哥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嘛，我都好多天没出门了。行啊，下午局棋你能赢我一局就行。小妹，你的棋艺愈发不行了，今天还是乖乖待在这里吧。一曲肝肠断，天涯何处觅知音。王辉姑娘都说前世500次的回眸，才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。咱们缘分不错，在这里都能碰到。夏大哥，姓夏的，你可少来这一套，我家妹子不是你能骗的。王家妹妹，你这是在下棋吗？我下不过五哥。无妨，小孩子才玩这种游戏，你已经是大人了，下不过他是正常的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真以为我不敢揍你啊？王家妹妹，你看啊，讲理说不过就想要打人，这可不就是小孩儿吗？若是打不过，恐怕还要告家长呢。不是呢，五哥人很好的，而且棋艺高超。不见得吧，或许六国棋他下的不错，但稍微复杂一点的棋，他可能就不行了。如果不服，试试这个。王家五公子，你敢试试象棋吗？什么象棋？瞧好了，这是将帅，是象军马炮，外加5个小卒，这就是一支军队啊！这不是游戏，这是一场战争，是男人真正该下的棋。马走日，象飞田，炮虚架，军无阻，帅做9攻势护之，不足向前，不许后退。谁有本事把象棋下好，就有能力统帅军队作战。让老子来，老子学会了。来就来，就你这个水平，轻松打败你。在我眼里，你根本没有军事天赋。老子读书就不行，就喜欢打仗。你说我没军事天赋？你要是不信，就打个电话问问我爹，怎么信号这么差？换个新的吧，看我最近新换的 iPhone 16，那多贵啊！我看以旧换新也不划算呢。不会啊，可以找个靠谱的二手平台比比价格。最近爱回收手机有大额换新补贴，我就干脆叫了爱回收免费上门。没想到我那台用了很久的华为还当面回收了3000多，靠谱吗？那肯定啊，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总之要回收闲置数码，我推荐爱回收。那我等会儿也看看。于是两人当即对弈，虾仁直接开始放水，演了一场艰难取胜的戏，让王少过足了瘾。哎呀，老子就是没看到你那个炮，固然不会被你绝杀。再来。于是虾仁继续放水，故意给王少进攻的机会，又一次挡住他的进攻，最终王少取得胜利。老子不是将才，你狗日的看清楚了没？老子生来就是打仗的料。再来一局，谁输了谁满足对方一个要求，当然这必须是合理的愿望。来就来，老子弄死你！老子是天才，就差一步，老子就赢了呀！仗都能说。你刚接触象棋就能悟到这种水平，把我逼到如此绝境，假以时日，你必成棋王，佩服佩服！老子回去练一练，保证把你收拾啦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把这副象棋送给你，算作我对你出言不逊的道歉吧。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，也不爱读书，有时候说话是不中听。哎呀，彼此，老子也不喜欢读书，象棋我收下了。虾仁，我认你是个爷们儿，说吧，什么要求？我想带王妹妹上山游玩。嘿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他妈盯住我妹妹。五哥，不要乱说，虾大哥不是那个意思。带他逛逛罢了，你们倒是约好了打猎，王妹妹怎么办？她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就在山下等你们，那也太无趣了。你做哥哥的，要么不带她出来，要么带她出来就让她玩尽兴，别不上不下的啊。虾大哥说的对，是有点道理，但你不会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和王妹妹那是知己，我们对佛学和故事都比较喜欢。五哥，你放心吧，
夏大哥不是坏人。那你带他逛逛，不许走太远，要注意安全。好哎。上一次爬山还是去年年初，可有趣了，风景也好。为什么喜欢爬山？也不是喜欢爬山，就是喜欢有趣的东西嘛。家里很闷的。有虫飞到我头上了。怕什么？你看它多漂亮。对，它的背怎么能变颜色呢？这叫彩虹吉丁虫，正是因为背部可以反射五颜六色的光而得名，可不就像彩虹一样吗？怪好看的。突然爬到人身上也挺吓人的，但现在它又不可怕了，真奇怪。王妹妹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好漂亮的青灵，我可以捉一只吗？可以，但它不好捉，而且它经不起我们捉弄，它的生命太脆弱了。那还是让它好好在那里吧，我们能看到它就很幸运了。于是两人继续向前，虾仁的每一句话他都觉得好有趣，充满了生机，也充满了哲理，一点都不说教。而其他人总是教他礼仪，教他该怎么去做人做事，怎样得体。对比之下，虾仁几乎成了他最珍贵的朋友。天快黑了，我们要下山了。难道今天玩得不开心吗？当然是开心的，但这样的开心要结束了，我又要回到那个小小的府邸了。如果天黑了还没回去，会怎么样呢？娘亲肯定会责怪我的，会训斥我的。你以前被训斥过吗？当然了，我还是比较调皮的，所以经常。你见过夜晚的山林吗？没有啊。承受一次经常遭受的训斥，来换取一次从未有过的经历，难道不划算吗？走，我们去山顶看残霞漫天，看苍山如海，看明月星辰。不管从前怎样，之后怎样，至少这一刻没有人约束你，你什么都不必管，你做什么都可以，你不必讲究那些礼仪，不必在乎自己的形象，你可以大喊大叫，你可以唱歌，你可以怒吼，山林会回答你。山林回答什么？难道他还会说话吗？王辉，你快乐吗？王辉，你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对，山林在回应。快乐，永远快乐。我们要爬到山顶去，我们要仰望天穹，我们要俯瞰世界。我可以喊几声吗？别问我，问你自己，你可以给自己做主。我好想做一个大侠，行侠仗义，惩奸除恶。我想再长高一点，这样就更漂亮了。我想快点长大，可以帮娘亲做点事情。我想五哥能够实现他的理想，做一个大将军。我想娘亲的身体好一点，她最近老是咳嗽。虾大哥，怎么都是我在喊啊？你也喊一喊啊！我喊什么？喊你想做的事啊！你让我什么都别管，只管发泄。那你呢？那我喊一下。多喊几下。我要改变你，改变这个苦难的时代。我要留下我的痕迹，把这一世活个精彩。好圆的月亮啊，可惜没有星辰。谁说没有星辰？你闭上眼睛，我送你漫天繁星。这哪里做得到啊？你别管，你闭上眼，心里默数到30就睁开眼，好不好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30。萤火，萤火！夏大哥，好多好多的萤火，真的就像星辰一样。你帮我取得真经，这是我还给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非常喜欢，这是我收到的最漂亮、最珍贵的礼物。
16、17岁的姑娘，满脸的笑意，满脸的青春，满脸的烂漫。她身上有着难以相信的活力和希望，这一股力量竟然也让虾仁感慨万千。这一刻，虾仁竟然有些犹豫，他觉得自己身份似乎不该去招惹单纯的王辉，他竟然有些胆怯。男人最初面对感情总是胆怯，女人最初面对感情却是大胆。萤火虫飞舞着，圆月照耀着，光芒万千，他们相拥在一起，感受着这一刻的美好。你怎么了，若是？我有些怕，娘亲知道了肯定会生气的。我这次好像真的有点大胆了。只是亲亲，没事的。你们躲得够远了。没事没事，不是你五哥，他什么也没看到。虽然打搅了你们的好事，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们，出大事了。什么大事？我发现了尸体，是跟着王少上山的其中一个。快带我们去看看，王少千万不能有事，不然老子该有事了。我检查过了，只有一道伤口在脖子上，是剑伤，绝对是高手所为。一个用剑的高手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山林里，不是偶遇，是有预谋的刺杀。他们来的时候就可能被跟踪了，或者早有人在这里等他们。糟了，其他人也可能会遇害，赶紧找。不，我的责任不是查案，也不是要帮谁报仇，而是保护你。我应该带你下山，送你回家。这趟浑水很深，你最好别卷进去。但我今天毕竟来了，那么多仆人都看到了，我要是走了，我和你就成凶手了。你旁边的丫头会为你作证。那你就是凶手？我？你们无力自保，不能分开，跟我来，我争取根据他们行走的痕迹去找。好，跟你走。夏大哥，五哥会不会有事啊？我好害怕他。他有武艺在身，而且刺客未必是冲着他来的，我们会找到他的。看得出刺客的武功有多高吗？他打得过你吗？能胜我的人不多。那就喊，不管是把刺客喊来，还是找到其他人，都有好处。是周家的三公子，他也……同样的剑伤，同样是一招毙命，血液已经凝固，死亡时间超过1个时辰了。继续找，不耽搁。接下来的1个时辰，虾仁等人又找到了3具尸体，依旧是同样的剑伤，同样的死法，这让虾仁的心情愈发沉重。若是上山的这些人都死了，那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这是想把所有人都杀光的。这些人来自不同的世家，有不同的阵营，如果都被杀了，那就可以排除仇杀了。快找五哥！3人没有犹豫，立刻又找了起来。这一找又是半个时辰，他们又看到了2具尸体，不禁有些绝望。体力的巨大消耗让王辉有些撑不住了。我在这儿，快来帮忙！赶紧去！好家伙，总算有人想起来找老子，看见没啊？老子干掉一个大货，怕是有上百斤。要不是他太重，老子早就下山了。真说明啊，这是我在规定时间内捕获的，你们要给我作证。不需要作证了，他们都死了。啥玩意儿啊？五哥，其他人都死了，有刺客。下山，老子就算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凶手找出来。谁是凶手？你告诉我谁是凶手？出行计划你定的，地方是你找的，人是你喊来的，现在所有人都死了，就你活着，谁是凶手？你是说我杀人？不会的，五哥不是那样的人，况且这些都是他很要好的朋友。好啊，王少，你去向他们的父母解释，一切与你无关，你觉得谁会信？但现在能怎么办？我要是躲起来，岂不是成了心中有鬼，嫌疑更大？现在别急，听我说，现在谁下山都解释不清楚，包括王辉妹妹。不下山又能干什么？况且山下的仆人肯定也乱了，要上山找的。所以我们要逃，不能被找到，要在暗处查明真相，找到真凶，足够洗清我们的嫌疑，才能出去。一旦出去被控制了，王家再被幕后凶手盯住的话，事情就再也查不清了。必须在暗处，必须悄悄查。
现在我们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必须要团结行动，听我的没错，相信我。你有办法？没有，但会有的。先离开这里，仆人找上来就不好走了。所以去哪？这么大的案子肯定惊动整个健康城，各大世家必然疯狂找人，我们去哪里都会被找到，只有剑出寺，没人想得到。禀报的人必然骑马，我们怎么来得及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半路拦截，把报信的人挡住？需要你出手了。现在我走啊，凶手万一没走，你们就危险了。洗练成功。等什么时候了？你还有心思玩游戏？什么时候都不能影响我领6次8礼包券。吹什么牛？什么游戏能领6次8？就是我左下角全新鬼服版本上线就送30发6次8仙玉，可以在商城无门槛1比1兑换，想要什么就兑换什么。洗练游戏啊，不敢玩，洗不出好东西。左下角开局就送7天无限洗练，零损耗奇宠，点就能洗出7彩悟空，1天就能满背包7彩神宠。嘿嘿嘿，我想来，我也要来。醒醒，逃命要紧，拼了！以最快速度下山，错过仆人的搜查，抢马跑。如果我们实在没能躲过，你需要出手打晕他们。没问题。那就走，犹豫不得了。哎呦我去！我也可以背。你背个屁！搬了那么久的熊，你早就累成傻子了，一直喘气。聂镜出手。我不会骑马。走，别耽搁。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所有人的心，4人3马急速朝着健康城飞奔，希望能在事情发酵之前藏起来。阿弥陀佛，几位施主，我司暂时不接待香客，请。小和尚，去禀告你们怀悲大师，就说有故人来看他了。小僧可不敢去搅扰太施主，几位施主请回吧。给他看，他会赏你。太师祖请诸位进寺，请这位施主去一趟藏经阁。你们先去休息，不要乱走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果然是施主来了，进来可否？不太好。施主一经法髓，深修佛法，而且似乎佛心不再飘忽浮躁，何以不放？莫名其妙被上了命案，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，只能来这里避祸了。这应该是两叶金帛的第一句吧？想不到施主竟然通识梵文，翻译这第一句足够让施主在剑出寺避祸了。况且老僧还欠施主一个人情。大师客气了，如果大师能帮我们找到凶手，我把经文全部翻译出来都行。阿弥陀佛啊，老僧多年不问世事，不过倒是可以在武学上指点你一下。我现在哪里有心情学什么武功？大乘度魔功是要极为精深的佛法修习才能彻底领悟，而老僧能帮施主使用得当，此机会难得，施主确定要拒绝吗？非是晚辈拒绝，实在是俗世缠身啊！只盼高僧能允许我的朋友自由出入，晚辈感激万分。罢了罢了，去忙你的俗事吧。快告诉老子该怎么办！家里人肯定急死了。这一切与我何干？着急的也是你们家，死的是你的朋友，我急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带老子来这里？你最开始就别管啊！王少，我们只是第2次见面，我认为你是个不错的人，虽然嘴巴上凶狠，但胸怀还是宽广的，所以我当你是朋友，教你下象棋，还把那副棋送给了你。你他妈到底要说什么？我希望你明白，我帮你查案是因为我把你当朋友，认可你这个人，同时我和王妹妹一见如故，我愿意帮她，而并不是老子就应该帮你，懂吗？哥，你就别磨叽了，我他妈记你的好，行了吧？所以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应该想的是，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能同时和这几个家族产生利益冲突？或许你应该想到了，王家把持朝野多年，地位容不得任何挑衅，要么向王家效忠，要么被打压致死，而能同时让这几个家族产生利益冲突，只有王家符合凶手的所有条件和动机。不可能啊！查一下便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。聂镜，拜托你回谢家一趟，把事情告诉秋桐，他知道怎么判断和应对。夏大哥，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爹……别怕，我还没分析完呢。你爹那么疼你，怎么会害你？那你他妈瞎说什么啊？
我劝你说话客气点，如果不是我劝你不下山，王家现在几乎都坐实凶手之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当时你们去打猎了，而我和王妹妹也单独行动着。那聂庆去哪里了？他是谢家的人，又恰巧谢家是最希望王家出事的，所以你们兄妹才会活着被栽赃。同时我也失踪了，谢家也有受害者。可我们完全在猜，什么证据都没有啊！而且如果是谢家的话，那你又怎么办？什么叫我又怎么办？你不会真认为我真是谢秋桐的丈夫吧？啊，不是吗？我只是被收买进谢家，给谢秋桐做挡箭牌的。如果他是幕后操纵者，他就会让聂庆带话，让你们回家，这样才能给王家造成最大的伤害。如果他让我们继续躲着呢？见招拆招吧。出大事了，就又出大事了！除了王少兄妹和虾仁，其他人全死了。所以那些人是不是你杀的？又是我？小师妹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试试，我哪里会无缘无故杀人了？所以不是无缘无故，是谁给了你大笔的钱，或者用神功秘籍收买了你？师妹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你觊觎剑出寺的大弥陀经很久了，是剑出寺方丈出面以经书相赠，让你执行了这次杀人任务，是吗？这真是无稽之谈，况且我也没跟剑出寺的人接触过啊。那你下去吧，事情我知道了，我明白该怎么做了。师妹，你虽然天资聪慧，但不能这般使用，把人都看成了畜生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随口一问，又没有非说你是凶手，我只是根据现有的情况做出合理的猜测而已。那我该怎么给虾仁传话？让王家兄妹回家吧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明智的选择。然后告诉虾仁不要参与这件事，不要自作聪明，要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。知道了。谢秋桐让你们回家，说你们现在回家是最明智的选择。被虾仁说中了，他才是真凶，真他妈憋屈。谢秋桐说我是凶手，这不是凭空误认清白吗？他怎么说你是凶手？你是保护我的啊！他非说我被剑出寺的人收买了，真是会扯。聂师兄，我信你不会做这种丧尽天良之事。小师妹可不这么想，在他眼里只有利益。懒得说了，既然这里安全，那你们就待着吧，我得出去喝点酒发泄一下情绪。聂信还故意把这个拿出来说，一看就是在迷惑我们，你怎么就信了呢？他背着剑，不信又能怎样啊？你打得过他？打不过。糟了，要出事！剑出寺要对我们动手，得立刻逃。错了，方向错了，格局小了。不是大哥，你不要卖关子啊！我听不懂你这些话。很简单，如果谢秋桐是幕后主使者，我们有机会到这里吗？以他的心狠手辣，绝不会让你们躲在剑出寺，而是在进城那一刻就让聂庆把你们带回王家了，让王家承受致命打击。的确是这么个道理啊，可聂庆不是生手，那又会是谁？你别忘了，还有别人也盼着王家出事，比如……你是说，陛下？王敦总治荆州，掌握天下最精锐的兵马，随时可以顺下江东，直指健康。你爹王导领中书监，是实实在在的权臣，陛下早就忌惮无比，甚至早已开始布局打压你们。这一次的死者里面，是不是有刘家、刁家、戴家的人？有，都有啊。刘奎、刁协、戴渊三个大臣在政治立场上都不属于王家这一派，而现在他们的儿子死了，凶手又直指王家，如此一来，他们不就和王家彻底对立了？所以这件事无论如何都是陛下获利巨大了。没有我们王家，陛下怎么可能那么容易立足江南？他就是恩将仇告啊！连你都这么想，那其他人肯定也这么想了。所以你猜陛下会怎么看待王与马共天下这6个字？剑出寺是受陛下的庇佑才有如今的地位，但淮北大师却是早在陛下来南方之前就是名震天下的高僧了。可你说剑出寺下边的人会不会把我们送走呢？有可能。所以如果我们的晚膳之中有迷药，那就证明了我们的猜测。那怎么办啊？这样我们根本堵不住啊！回家吧，这是王家和陛下之间的斗争，我们都是棋子，没资格参与。干脆老子去边关得了，立了战功，陛下都不舍得我死。
没错，就好比象棋之中，弃卒很正常，但弃军却很少。你不能再做小卒了，你得做军。那你呢？谢秋桐把你当棋子，随时可能弃掉你。我也想往上爬，在中秋节集会，我想出个风头，靠象棋。我可以帮你把象棋推广出去，而且还能找关系，在集会当天安排一场象棋大赛。来不及了，我回家之后肯定被关起来。我可以帮忙，只要我说我喜欢象棋，就会有很多人愿意参与。我都差点忘了，王妹妹可是名动健康的大家闺秀，无数人想要追求呢。只要能帮到夏大哥就好。这两人怎么有点暧昧了？黄昏时分，晚膳到了。王少看了两人一眼，拿起馒头啃了几口，然后静静等待着。啊，确实有迷药，我才吃几口，现在感觉口有点晕了。赶紧走，万一这群秃驴变卦，我们岂不是任人宰割？翻墙走，我要问我爹到底怎么回事。下人，跟我回家，不许再参与这件事。你真是什么都猜得到。上车吧，回家再说。看着马车离开，王辉的心有些痛。他想着，原来虾大哥才是那个身不由己的人。别看了，不许对他有任何想法，明白吗？爹不会同意，娘也不会同意，任何人都不会同意。王辉低下了头，他懂，所以他不敢反驳。你看出真相了吗？不确定，但我已经有了思考的倾向。你有没有对王少、王辉说起过你的真实想法？没有，不敢。还好没有，不然事情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化。所以，我们一起说出谁是凶手吧。王家要造反。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几大家族联名上书陛下，请陛下查清王家杀人之案并追责。由于杀人案没有留下任何线索，而所有的动机和现象都指明是王家，陛下便会利用这个机会打压王家，王家会得到惩罚，哪怕王导不出事，王少也跑不了，王家的那些派系也会被清理。那么接下来呢？王家会发动力量，暗处说陛下谋害忠良，迫害王家。在明面上，他们会把谢家拉出来，说奸臣当道，蛊惑陛下，请陛下诛灭谢家。可是，在陛下的眼里，谢家是在打压王家，是在帮他做事，他能同意吗？他若是同意了，还有人敢站在他那一方吗？陛下不会同意，所以王家会以政治迫害、奸臣蛊惑为借口，清君侧，肃乾坤。造反的名有了，果然是这样。王家够狠，为了一个名做了这么多事，太复杂了。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一切只是推测，先静观其变吧。果然，王少安全到家的消息很快就已经传开了。各大世家的骨干成员前往皇宫拜见皇帝，请求查明真相。由于没有证据，但事实却指向王少，于是结果是王少被打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王导暂时在家闭门反思。王家派系有3个要员因为各种理由被降职，王导据理力争说幕后黑手乃是谢家，并说出了当天虾仁聂庆突然出现的巧合以及聂庆的武功，他有理有据。于是8月11的上午，皇帝那边传来旨意，抓虾仁聂庆进天牢，听候处置。关我屁事啊！我手无缚鸡之力，抓聂庆就好啊！你他妈还好意思说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啊？行了，只是走个过场罢了。家里的官职没丢，关键位置没动，就说明陛下在保谢家。你们2个进去也就是住几天，中秋节一到，随便找个理由就会把你们放了。现在最糟糕的是，一切都按照我们的推理在走，王家可能真要反了。到时候无论成与不成，谢家都是要被卖出去的那一方，免不了灭族。
情况这么严重？清君侧，陛下万一打不赢了，可不得把我们谢家献出去杀头？关键在于陛下很可能打不过。王敦掌握的兵力不少，而且都是精锐，得想办法破局。我们不能这么被动，得找个凶手。好主意，只要找到凶手，对王家、谢家的指控都烟消云散了，什么心思和计划都没了根基。司马绍，把司马绍拖进来，他必须是凶手。他倒下，符合我们谢家的利益，因为谢家跟他的关系在恶化，也符合王家的利益，因为他从各方面的表现来说，会是一个有野心、有智慧、有手腕的皇帝。王家需要的是没有能力的昏君，如果能把黑锅甩到司马绍头上，那王家或许会暂缓造反的时机，他们会等更蠢的那个继承者上位，再考虑造反。就这么定了，老子早看司马绍不爽了。你需要在里面待到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，安全问题不必担心，天牢那边是我们谢家的势力范围。好吧，所以怎么把司马绍拉进来，这很关键。他安插在我府里的卧底该利用起来了，我会找到他，把聂庆安排成司马绍另一个卧底，只要肯查，就能顺着这些卧底一路查到司马绍的头上。查到太子头上，这是陛下愿意看到的吗？只要让陛下知道王家才是幕后黑手，那一切就通了。为了稳住王家，他会配合，司马绍会被惩罚，可能是闭门思过，也可能是直接罢黜太子之位，到时候看各大家族的想法了。不过他可能也会挣扎，推一推替死鬼出来，保住自己的位置。这件事我会谋划，你不必担心。在天牢里和王少打好关系吧，我会把你们安排住在一起，那你们也算是一起坐过牢的生死好友了。这人心肠直，将来用得着。这一切不会是你在背后搞鬼吧？你当我是神仙啊？反正我总觉得有什么事发生都是你在搞鬼。小姐，王家的王辉小姐来拜访姑爷。关系处得这么好啊，这么敏感的时期竟然上门拜访，他不知道他爹正在把我们往死里整吗？他又不是局中人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天牢是谢家的地盘，或许他来为他五哥说话呢。那就让他进来吧，我给你安排一个好地方接客。是接待朋友，什么接客？搞得我像什么人似的。于是在片刻之后，王辉走进了梨花别院，在小何的指引下来到了一间偏房，这边显然是堆积杂物的地方，一股子发霉的味道，而虾仁就在最里边的一间小屋，几乎没有光，除了床就只有一个小桌子，虾仁正趴在桌子面前，接着向到仅有的光看着书，王辉的心都在颤抖。夏大哥，王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夏大哥，你就住这种地方？这里挺好的啊，干干净净的，虽然有些暗，但我住的还算舒服，至少晚上睡觉很香。太过分了，那个谢家刘小姐太过分了，她就算利用你，也不能这么对你啊！这房间又黑又潮，连看书都看不清，她怎么能这样做？没事，我们出去说，院子里可以散步。也是难为你了，哈哈，千金大小姐来我这种破房间，我也有点不好意思。夏大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没有嫌弃，我是为你感到不公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王妹妹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那样说的，但你也知道，男人嘛，有些时候好面子，尤其是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更好面子，我只好说那些自嘲的话来掩饰一下。我才没有瞧不起你，夏大哥，你才华横溢，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我不出去，我就在这里，我坐你的床。他直接坐到了虾仁的床上，感受到了被单的潮湿，一时间更心疼了。这里住下去，怕是身体撑不住啊。女孩子怎么能随便坐男人的床呢？可是他刚刚说喜欢的人哎。
王妹妹，你这次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只是想来看看夏大哥。跟我见外啊，夏大哥又不傻，你是为了你五哥来的吧？不要你说，谢秋桐这么对你，若是你开口给五哥求情，那他对你肯定会更不好的。你肯为我考虑，我又怎么能不为你考虑呢？放心吧，我会给谢秋桐说，让他保护好王少的，保证在里面不愁吃喝。而且你还不知道吧，其实我也要进去了，到时候我和你五哥作伴。这一切又关夏大哥什么事？为什么也要进去？你真不知道吗？你爹得知了那天的情况，说我和聂庆是凶手，所以……听闻此话，王辉的脸色顿时红了大片，他只觉无地自容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，一时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好妹妹，别担心，天牢的环境或许比这里还好呢，对不对？更何况有你五哥在，我还可以和他聊聊未来的志向。对不起，夏大哥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要不是我，你或许都不会被卷入这件事。你给我带来开心快乐，我却给你带来灾难。对不起。自己就是个畜生啊，怎么能听谢秋桐的呢？没事没事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王妹妹，你别担心。我要去求爹爹，我要他不许这么对你。千万不要，你会被责怪的。宁愿遭受牢狱之苦，也不愿我受到责骂吗？夏大哥，娘亲说这个天下就没几个好人，让我尽量不跟外人接触，避免被骗。但我很幸运，我第一次遇见一个外人就是好人。谢谢你，夏大哥，你让我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信心。王妹妹，回家吧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知道，我不是笨蛋，我看得懂一个人的心。对了，夏大哥，还有一句话是爹让我对你和谢姑娘说的，他说这是绝密。你爹王导对我说的话绝密？是，爹的原话是，这件事不是我做的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什么凶手不是王家啊？那他妈能是谁啊？夏大哥，如果你有机会离开谢家，你会走吗？不会，我在这里挺好的，不缺吃穿，也有出头之日。王妹妹，你不必为我担心太多，我虽然目前困难一点，但早晚会好起来的。夏大哥，我不会让你一直在谢家受苦的。等这一次事情结束了，我就让爹爹举荐你做官。千万不要，我是谢家的人，你这样去求你爹，只让他为难，你也免不了挨骂。中秋节集会，我会把握机会脱颖而出的，只是在象棋这方面，还需要妹妹出一把力。我会的，中秋节集会就是我爹在操持，我会让他专门设立象棋竞赛，这样大家都能参与了。夏大哥，到时候你真的出得来吗？我担心你和五哥在牢里受苦，连过节都出不来。放心吧，这些事我们有办法的，你快回家吧，天色已经很晚了。我知道了。我走了。好妹妹，相信夏大哥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相信的，夏大哥懂那么多，一定可以出人头地的。只是我看到夏大哥在谢家受苦，心里不好受。谢秋桐，你这个畜生啊，你让我演什么戏呀？你看看把人家孩子骗的，这些都是老子欠的债呀，以后要还的啊。谢秋桐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看来有大事，下楼等我，以后不许这么莽撞进我房间。你不该这么莽撞跑上来，万一我什么都没穿，岂不是尴尬？
不会尴尬，我只会兴奋。那是肤浅之人才会渴望的东西，你不该这么想。这方面我挺肤浅的。你应该学会光明正大去征服。如果你征服了、占有了、控制了，你想怎么做都可以。你甚至可以给我戴上项圈，让我光着身子趴在地上跟你说话。哦，我突然觉得我不那么肤浅了。所以切回正题，什么事这么急？王辉来找我，是王导带了一句话。他最好别说这事不是他干的。他正是这么说的，就这简单一句。来吧，说出凶手是谁。王敦。这件事是王家做的，我们猜对了，但我也没想到王导没有参与，反而是远在荆州的王敦策划的。说说怎么想通的。如果是王导做的，他没必要专门过来传句话骗我们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果不是王导做的，那只能是王敦了。他造反之心已久，需要师出有名的是他，而不是王导。虽然两人是亲兄弟，但却未必是同一条心啊。为什么未必是同一条心？这么大的世家，怎么能在某件事情上孤注一掷？王敦想反，王导估计就决定站在忠臣这一方。到时候万一王敦失败了，王家也有王导这一脉可以传承下去。王敦需要师出有名，所以策划了这一场戏。这又可以得出，他虽然远在荆州，但健康已经布下了许多棋子，随时可以动用。这也印证了他的造反之心。但还有一个关键信息我们需要分析。还有信息，王导就说了这一句话啊。有行为就一定有目的。你猜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传给我们？求救，向谢家求救！王导肯定在某些方面被王敦逼到了一定程度，以至于再不借助外力，可能真的就坚持不住了。王导权力通天，什么才是他坚持不住的？皇帝能压住王导的，只能是皇帝了。我猜测王敦要弑君。陛下一旦被刺杀，那毫无疑问，全天下人都会认为是王家干的。因为在外人看来，这一次陷害王家的不是谢家就是陛下，而王家也实实在在遭到了打压，那样王导就没有选择了，只能背下弑君的名，跟着王敦一起反了。通过策划刺杀案可以得出，王敦在健康埋了很多棋子，培植了不少势力，他的确也有机会能组织弑君行动。皇宫大内岂是外人可以组织弑君行动的？需要一个契机。中秋节集会扣上了。中秋节集会是王导负责组织安排，一旦陛下被刺，他更无从辩解。但他无能为力防范，因为他没有提前防范自家人，导致内部全烂了。他根本不知道手底下有多少人是王敦安插的，因为他知道王敦要弑君，也做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，只能传话给我们，借助外力。精彩，太精彩了！环环紧扣，全部被我们推理出来了。推理不一定正确，我们需要求证，而且求证的方法很简单。怎么做？让父亲去争取中秋节集会的部分房屋，这是属于王导的权柄，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让我们染指。若是一旦他肯点头，让我们接手一部分房屋，则说明我们猜对了。但如果陛下真的出事了，谢家也变得可疑了。如果陛下出事了，王家就真反了，到时候我们可不可疑已经不重要了。所以怎么阻止？那就都让司马少承担了吧。我会做一个局，让司马少派杀手混进集会之中，并保护真正的刺客。保护刺客的人当然也成了刺客了，司马少就成了幕后元凶了。这能行？永远要记住，聪明人远比蠢货更好利用。这件事你不必管了，你做好你出风头这件事即可。明天一早，廷尉的人会来拿你，你需要待到中秋节前一天晚上。那好吧，不过在牢里。在牢里，你和王少都会很安全，但不会太舒适。王少性情耿直，在关键时候或许有用。我需要一点特殊手段，加深你们的友谊，到时候你见机行事即可。走了。慢。那个，能不能借点钱啊？
什么？借点钱呢？你把我的钱都赢走了，而我需要用钱，今晚就需要。今晚就要用钱？你干嘛？你要出去找男人？找你个大头龟！我找冷凌瑶，这一次中秋节集会要请他出手帮忙才行，而他起步价2两黄金。他不是圣心宫首席大弟子，不是名门正道的年轻领袖，还要钱？名门正道不用吃饭啊！赶紧借我2两黄金，我现在手上没有黄金。可以啊，但利息怎么算？你别瞎想啊！我不可能什么事都让你占便宜。恶心死我了！我宣布，在天牢里你会受更大的苦。你提前说，我就不敢勒索你的。我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什么便宜都占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我看你就是想亲。我想亲？你，无耻之徒！萧何，你是哪儿的人啊？姑爷，奴婢是河南郡新郑人，前些年逃难过来的呢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5年了呢。那时候奴婢才11岁，幸有小姐收留，才不至于饿死。这些年过得好吗？当然好啊，奴婢是卑微到尘埃泥土里的人，能活下去就已经是很好的了。谢秋桐失踪了2年，算算时间，是和小何相处1年就失踪了。谢秋桐虽然回来了，但他性格古怪淡漠，对侍女仆人也就那样。小何又是怎么获得信任的？平时府里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才没有呢，我是小姐的贴身侍女，大家伙都不敢欺负我呢。那你小姐不在的时候就没人欺负你吗？难免会有的，但做奴婢的哪有不被人欺负的，都没关系的。从今天起，姑爷保护你好不好？等会儿好好伺候我。对不起，姑爷，我这几天不方便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姑爷，太不吉利了，小姐知道了会打死我的。姑爷跟你开玩笑呢，别害怕，就你这些小丫头，我对你没有丝毫兴趣。来，给姑爷擦一擦身子，姑爷要睡觉了。你怎么进来了？这里好臭啊！你在地上拉了屎吗？你有本事不拉，就憋在屁股里。我对天牢的认知还是低了。你还没说呢，为什么会进来？你爹说聂庆和我才是凶手，于是陛下就把我也抓进来了。咱俩现在是难兄难弟，都给真凶背黑锅了。别让老子知道到底是谁干的，否则我灭他全族！老哥，那是你堂伯啊，你把自己也算进去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住手！别碰老子！停！你们带他去哪儿？差点忘了还有你了。你们2个疑犯来起来几天了，竟然什么都不交代，看来这是逼我们用刑啊！来人，扒光衣服，给我打！屁！老子刚进来1刻钟，你们打王少就行了。虾仁，你娘的，你是人吗？王少本来想强忍着不叫的，看虾仁叫得那么欢，也叫了起来。虾仁，你娘的，这里可是你们谢家的地盘。老子姓谢嘛，老子也在挨打好不好？老子不想挨打。打我！我喜欢挨鞭子。不许换，老子就喜欢挨鞭子啊！谢家的地盘，打我也就罢了，没想到连你也一起打。肯定是老子昨天占了他便宜，他在报复老子。你真把我当谢家的人，老子都卑微到尘埃泥土里去了，打一打又怎么了？我们王家家大业大，权倾朝野，要让我不坐牢，其实有的是手段，但我也是被放弃的那个。别说了，你爹至少不会让你死，但我真的猜不到谢秋桐会不会让我活。世家大族之中，一切都要为利益和权力让步，除非我自己出色，否则早晚也是被抛弃的对象。大人物的较量之中，我也是尘埃泥土，没有半点价值。
你都要抱怨了，那平民百姓怎么办？饭都吃不起，劳役累到死，这还是运气好的，运气不好的就直接被当两脚羊吃了。这天下最不起眼、最常见的就是尘埃泥土。王少不言语，只是苦叹，又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送饭的来了。不对，好大一股尿味，之前还有吃的，怎么你一来就喝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两人受了伤，又没有进食，一时间更没力气，连说话都懒得说了。谢秋桐给的强度实在太高了啊，老子顶不住了啊，好饿！等老子出去，老子要把谢秋桐打死。我们可能出不去。他们肯定是得知了什么消息，知道我们出不去了，才敢这么整我们。这里的人聪明着呢，不会莽撞的，我们可能真的要死了。下人叹了口气，没有言语。牢房里又陷入了死寂，不知何时他们睡着了，不知何时他们又醒了，饿得已经发昏，已经快神志不清了。没有价值的人连猪狗都不如，猪狗至少能杀了吃哦。你后悔吗？当纨绔这么多年，没表现出什么价值，让你爹重视。谁说我是纨绔啦？我只是不善于读书，但我身手好，我能带兵啊。但我爹不愿意打仗，他说过我们立足江南并不久，应该好好休养生息，逐步壮大。你很想打仗？难道不该想？天下分裂成这个样子，百姓过成这个样子，难道不该打？老子就是想打，老子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有一个梦想。什么梦想？北伐！北伐，杀蛮子，灭异族，平天下，兴汉族。虾仁看着他，然后也慢慢站了起来。或许也只有这样的极端情况，王少才会说出内心深处的话语。但凡是有志气的人，谁不想杀蛮子，谁不想兴汉族？老子是读不进去书，但老子知道历史。当年汉武帝打的那群异族畜生哭爹喊娘，打的漠南再无王庭，全部俯首陈称，岁岁纳贡。现在呢，汉家儿女惨遭屠杀蹂躏，贵族衣冠难顾，平民满地尸骨。汉这个字还有人提吗？都说大晋，大晋晋哪里大了？是疆域大还是胸怀大？都是他娘的放狗屁！我们几个兄弟平时打猎下棋就时常在说，要是当年诸葛丞相北伐成功了就好了，汉室复兴了，或许就没有如今的屈辱了。可丞相失败了，我的好兄弟也死了，这天下好像就该是这样，就该是如今这个狗屁模样。咱们世家大族就争权夺利，就窝里斗，就往死里边享乐，生五蛋散找男人，把女人杀着玩，然后百姓死了算了，没人在意，哈哈哈哈！就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好都醉生梦死，直到埋到土里去，去见汉族的列祖列宗，去告诉他们，作为子孙后代，我们多光荣啊！来呀，继续打老子，把老子杀了，大家什么都不用想了。什么壮志都空了最好，反正这点楼就是这样，越贱的人活得越好，越没心没肺越开心。但凡心里有点东西的，就该痛不欲生，就他妈是有罪的。没有人搭理他，人们只当他疯了。活下去，站起来，往上爬，将来我们并肩作战。北伐，杀异族，兴汉室，丞相的路没走完，我们接着走。临走之前把骨头捡走，把地板给我擦干净。又不是没丫鬟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过几天中秋集会，你有任务。我没听错吧？又有任务？
方山杀那7个人，我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，累都累死了。你就不能让我休息一段时间？计划已经快要完成，你再坚持一下。中秋节当天，你需要混进北湖集会现场，找机会刺杀王导。等任务结束之后，我安排你去扬州。恐怕不行，当天必然戒备森严。但我在方山之事上露过面，已经被盯上了。那你就再找一个高手，别说你找不到。这猴倒是找得到。好吧，我和你们聪明人一起做事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殿下的书法愈发精进了，就算是当世大家也没有这么成熟的技巧啊。龙蛇起路，这4个字不好写啊，这样的局面也不好应对啊。根据情报来看，这显然是谢秋桐精心策划的阴谋，把各方势力的立场和政治诉求全部考虑了进去，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纰漏，以至于能产生这么完美的效果。太子殿下，属下实在听不懂啊，请殿下解惑。谢秋桐派聂庆杀人，却又不杀王家兄妹和家人，在遇难者家属看来，上山打猎是王少安排组织的，而他们兄妹却又活着，那凶手一定是王家，因为王家本就在打压他们。在父皇看来，王家不会那么蠢，为了杀几个小角色就把自己拖进漩涡之中，而下人没死，聂庆又在场，那一定是谢家干的，因为他们很想往上爬。而在王家看来，自己没干，又不可能是遇害者自导自演，于是只能是陛下和谢家了。但王导会认为谢家其实是不愿意王家反的，因为王家一旦彻底反了，谢家大概率是要倒霉的，其中的细节就不分析了。反正总结来说，这一场刺杀让遇害者家族恨上了王家，让王家恨上了父皇，又让父皇内心上感激谢家。谢家没有承担任何风险，就莫名其妙削弱了王家，还得到了父皇的欣赏，非常完美。那谢秋桐为什么还要派人刺杀王导？因为一旦王导死了，那健康城的王家就只能和王敦一起反了。不对啊，谢家不是不希望王家反吗？谁告诉你谢秋桐和谢家是一条心了？谢家当然不想王家反，但谢秋桐可未必。这个女人在想什么，连我都不太看得明白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当然要阻止。王敦势力太大，王导在文官领域的影响力也不遑多让，我还没有继位呢，无论如何要拖住王家才行。动用我们的关系，插手中秋节集会的防务。这次你亲自出手，一定要逮住那个刺客，记住，要活捉，要让他把谢秋桐吐出来。这次我要让谢家元气大伤，让谢秋桐再也不能挣扎，必须嫁给我。属下领命。谢家元气大伤了，岂不是少了个掣肘王家的大家族？那有什么关系？别忘了，这次的刺杀行动让刁邪、戴元、刘伟捞了不少便宜，他们已经可以代替谢家了。谢秋桐的确把各方面都算得很深，只不过他精心策划的阴谋做了嫁衣，还真是嫁衣。谢秋桐要嫁给我了，他会不会宁死不从？你当他是蠢货吗？他那种人唯利是图的，一旦谢家爬不起来了，他立刻就会接受新的出路。等我得到了他，我一定要让他变成一条又听话又能咬人的母狗，让他对内对外都有用处。龙蛇起路，谁是龙，谁是蛇？我们进来多久了？不知道。真可笑，我竟然还在发誓，说什么北伐，说什么兴复汉室，然后事实是我们连这个天牢都走不出。不可笑。什么？不可笑。我们年轻，我们就该意气风发，就该胸怀大志，就该不平则鸣。话说的好听有什么意义？那你出去之后继续做你的纨绔。可是不甘。什么人最贱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去践行自己的理想而失败的人，不是完全没理想而糜烂到死的人，而是你这种人，分明有理想，却没有勇气去尝试，没有恒心去坚持，自诩比世人清醒，自以为自己像个人，但本质上就是个贱货。你凭什么这么说老子？你不过是个赘婿。你是啊，我是赘婿，你是王家五公子，但我不甘心做赘婿，而你甘心做你的五公子啊。我说了，我不甘心。不甘心，
但你依旧用你的身份去审视其他人，见到身份比自己低的便低看一眼，见到身份高的便高看一眼。你依旧站在王家五公子的身份上去做事，去看这个世界，那你永远都是王家五公子。那老子该怎么办？我现在被关在这个漆黑的地方，挨打受苦，是猪狗都不吃的东西，连一点光都看不到。你跟我说我该怎么办？这是最简单的苦，只需要忍受就能度过。如果你坚持你的理想，那么有些苦是你无法忍受的，比如站在你对立面的可能是你的父亲。歇着吧，王少爷，你不适合考虑北伐，你应该考虑的是赶紧多生几个孩子，为你王家继续开枝散叶。少他娘的瞧不起人了！我坚持的东西，我就一定会去做，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狗日的，为了等你说这句话，老子真是不容易。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我当然有，只要你听我的，你就能步步高升，蓄积力量。等你做到你唐伯那个程度了，北伐还不是你说了算。怎么做？出去之后，巩固武艺、兵法、韬略，同时天天看望你的主母，关心她，孝敬她，最好带着王辉一起，在合适的时机对你主母开口要官职。我以前问我爹要过官职，他一直没答应。问主母要，确实是一个法子，不过能行吗？他不给是因为时机不成熟，什么时候时机成熟，我会告诉你的，你只需要按照我的方法来，我跟你保证，最多1年，你就能在军队之中担任不错的位置。别忘了，我有谢家的资源。哦，如果你能让我进去，我喊你一声大哥都不为过。非但能让你进军职，还能分配你到北方去徐州彭城。要去就去兖州领丘，那才是北伐的地方啊！你听我的就没错。王少，我郑重告诉你，你不是帅，你只能是将。很多事你看不透，很多格局你分析不清楚，这一点你比谁都有自知之明。这一点我承认，带兵打仗我自认为可以，但玩那些心眼子，我是真的做不到啊。那你就听我的。听你这意思，好像你要做我老大似的。行啊，你能把我整到徐州彭城去，能让我带兵打仗，打漂亮的仗，做到了，我就认你这个大哥。出来吧！自由啦！中秋节，王谢两家献宝于陛下，龙颜大悦，健康大赦。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你们是凶手，所以无罪释放。走吧，两位，难道还没有在这里待够吗？我女啊！疯女人，你害惨老子了！公报私仇，你不要脸！立刻跟我回家疗伤，集会从下午开始，我们的时间很紧迫，你也有你的任务。我的任务我清楚，我自信，有把握拿下。我给你加了一个新任务。什么新任务？抵挡弑君刺客。王敦派来弑君的刺客，那武功能弱吗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才修炼几天。武功是很高，跟聂庆差不多。那你还让我干这事儿？公报私仇啊，你说的。谢秋桐，我草你妈！就在牡丹院，我相信孙如会很高兴有这样的福气，祝你成功。你来给我治伤，我还没洗完呢。盘坐在浴桶里，不要运转内力抵挡。你伤势已经痊愈，今晚我会和你一起行动，在关键时候保护你的安全，诛杀刺客。我们走吧。夕阳残照，男男女女嬉笑晏晏，说着风花雪月和民间趣事。这里如此美好，距离这里仅有几百里的庐江郡，却像是人间地狱。是遂江南汉，衢州人吃人。是遂江南汉，衢州人吃人。谁写的诗？我以前没听过。但肯定不是本朝的。当然不是本朝的，健康就是江南嘛，这里这么美好。
聚天下财富于一城，集天下沃土肥力于一身，当然美好。冷女侠果然是行走天下之人，看样子是便知人间疾苦啊。知道又有什么意义？天下大事，没人可以更改。出现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，都有着不错的修养。再想想外界的人，那哪里像人了？衣衫褴褛，脏得不成样子，连一口水井都要争得头破血流。他们非富即贵没错，但只是擅长踩高捧低，遇到大人物谄媚无比，遇到小人物就嚣张跋扈。而你显然就是这个集会最小的人物之一，因为赘婿一般没资格进来。你说的没错，毕竟已经有人在打量我了，瞧看我好半天了。你说错了，他是在看我，因为我漂亮。小生杨欢，见过姑娘，请问姑娘芳名？她是我娘子，你赶紧换个目标吧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不是那个虾仁吗？剑出寺集会的时候我见过你。你小子，你一个赘婿怎么进来的？这能是你的娘子？哦，这是我家秋桐最近给我新娶的娘子。你就不能想点好办法？谢秋桐给你娶新娘子，小妾吗？你当我们不了解谢秋桐啊？我估计你裆里的玩意儿都被割了。好吧，我说实话，诸位朋友，这位姑娘是我们谢家的亲戚，她性子内向，就不和大家认识了。谁和你这种低贱之人是朋友？姓虾的，识相点就滚到别处去。我们和这位姑娘谈谈心，只是认识一下罢了。当然，亏待不了你小子，拿着赶紧滚！小子，挺识相的呀，还要钱吗？要啊！如果你能帮我把她搞到手，我给你1两黄金，再给你2个小女奴。这有10岁的小女奴，老子新买的。再给你2个小女奴，哈哈哈哈！这有10岁的小女奴，老子新买的。哥哥，为什么不买我？哥哥，为什么不买我？哥哥，为什么不买我？去你妈的！还有谁要给我脸的？站出来！你等着，你要倒大霉了！你一个赘婿敢打杨家公子？好，我等着。不该纠缠的，秋桐嘱咐过，别乱了规矩。我叫你现在脱光衣服，趴在地上爬2圈，你答应吗？当然不会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因为我是赘婿。如果是陛下要你这么做呢？也不会。因为你有尊严。如果陛下要一个贫苦老百姓脱光了衣服在地上爬，那百姓会答应吗？会。因为陛下是大人物，因为百姓没有尊严，所以你告诉我规矩是什么？在我看来，规矩是绳索，大人物用绳索企图捆绑住世间每一个人。你有自尊，哪怕死也不愿被捆绑。可小人物没有自尊，不过毕竟这绳索需要有人布置和维护，所以小人物只能在绳索间苟延残喘吗？对，但百姓呢？百姓连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。上头心情好，会松一松绳子，给他们喘口气；可心情不好了，拉一下绳子，他们就得死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从我进谢家开始，便有人教我规矩，有对待长辈的规矩，还有对待平辈的，有对待家族的，也有对待朝廷的。我以为这是生存之道，难道这不是吗？当然不是。教会我规矩的人，只不过是想让我变成布置绳索的人。可我刚刚打了1拳出去后，你知道吗？我好爽啊，就像我整个人的所有负面情绪都发泄了出去。我突然理解喜儿了，或许我真是魔教的精神股东呢。治伤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，你修炼了大程度魔功，这是极乐宫的佛门功法。你知道佛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？是诸法空相。但你看这天下到处都充斥着规矩，所以无法超脱。若想超脱，就不要看到那么多的东西，万般法门都是空相，只有一个是真。什么是真？善。诸法空相，心中唯有善了，所以不用管规矩，管自己的心就好。想出风头，就不能和这群规矩人去讲规矩，要讲念头通达。这一刻，冷灵瑶感觉自己心中的门突然松动了一下，许久没有增长的境界也在这一刻看到了下一步的希望。他好像在无意之间听到了佛的真谛。
就是他，就是他！一个赘婿能进集会已经是万幸了，不好好珍惜机会，竟然无故打人。你的话帮到了我，所以你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出手。我不需要你帮，但你刚刚好像说我的话帮到你了，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欠我一个人情？好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你既然当我朋友，我为朋友出头，就算是意气用事，那在道理上也说得过去。难道我没有朋友？谁他妈要打人？反了天了！戴平，你带着这么多狐朋狗友聚在这里做什么？要打人啊！今天中秋集会，陛下都十分重视，你带头闹事，我们王家可不能不管。只许他打人，不许我们还手。王家不讲王法。你说杀人打人，老子没看见。伤者就在这里，可由不得你偏袒，除非王家不要脸。我们王家负责防务，遇到暴力事件当然要阻止，没来得及阻止的，自然也要秉惩处。虾仁，你打伤了人，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总要赔点钱给人家治伤了。应该的，拿着去治伤，下次缺钱了说一声，老子有的是力气。戴兄，他们辱我呀，请戴兄主持公道啊！戴平脸色阴沉，王家如今正遭到打压，而戴家正在崛起。如果这个时候被压住了，今后自己怎么待人？要钱谁没有？我也给点钱打他一顿。王少，就今天闹到陛下那里去，这件事都不可能算了。唉，老子还扔。那戴公子想要怎么样呢？比武，对决一场。呸！你是上过战场的人，而我手无缚鸡之力，你是怎么厚脸皮说出这句话的？不如比一比才学。我是武将，比什么才学？不如对一象棋。哦，终于上当了。对，就比象棋，这个有意思。最近这些天，健康最热闹的游戏就是象棋，文人武将都适合，谁也不吃亏。我不反对。象棋是什么东西？一款简单的棋局游戏而已，你敢不敢接招？有何不敢？好，5局3胜，若是你输了，你要跪下了磕头道歉。若是你输了，就跳湖游一圈，让大伙儿看看热闹吧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敢比，现在滚就好了。来，囊风亭摆棋，规则都清楚了吧？红先黑后，我让你直红线走。这蠢货比什么不好，非得比象棋。蜀山少侠郑维彤都是我师弟，你懂吗？虾仁没有多言，而是直接执棋落子，采取最激烈的下法。他几乎都不用思考，就将戴平杀得溃不成军。而第2局，戴平甚至连一个子都没过河，就迅速落败。这下再傻的人也明白，眼前的棋是虾仁的圈套。戴公子这次脸丢大了吧？恐怕你会沦为未来很多年健康的谈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现在弃赛，那就是逃兵，更丢人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你爹是征西将军，而你则是豫州南部担任郡城都尉。我要你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抬我一手，就像现在你需要我帮你，我也抬你一手。你提到了我的职位，说明你要的是军事行动。这太大了。相信我，一定合法。不合法，你可以不帮。那现在怎么做？再下2局，我让你赢，然后我们总对局打平，罢手言和。多谢。达成约定，虾仁果断留守。第3局、第4局都在关键时刻走出大漏，让戴平抓住机会完成逆风翻盘。虾仁和戴平对视一眼，同时站了起来，互相拱手表示和解。戴兄棋艺高超，只用了2局就摸透了我的套路，真是佩服啊！是虾兄手下留情了，如果再下第5局，我恐怕会输。象棋本身给人带来的博弈和快乐，不在于输赢，而在于意志和交友。到此为止吧。正合我意，不怕我反悔。刚刚毕竟是口头之约，我完全可以不认。看来王家对你们戴家的打压还是轻了，或者说王少对你的态度还不够恶劣。什么意思？多一个朋友还是多一个敌人？戴家到底需要什么？你作为长子应该想想清楚。我是军人，向来不会出尔反尔，欠你个人情，我认了。而另一边，谢秋桐眉头紧皱，看着场中的变化，一直沉默着。